好消息是我穿越了，坏消息是竟然穿越到一位大爷身上。这大爷抠门了一辈子，拆迁分了4套房加300万，却查出肝癌晚期，直接被诊断输下嗝屁，把身体让给了我这个大冤种。大爷，虽然是晚期，但不是还有半个月呢吗？医生，你真会安慰人。无奈整个人都傻了，感情穿越过来就是为了纪晓荷。一旁的主治医生还在画饼，说坚持治疗还能多活3天。他当场决定跑路，300万存款逍遥几天也比插管子强。刚站起来，他才感觉到不对劲，全身上下没一处舒服的地方。主治医生见多了病入膏肓的病人，能理解他的感受。要不我给您开点药？不用了。走出医院，无奈忍不住吐槽：20多岁直接变60多岁，真是少走了40年弯路。脑海里记着回家的路，拆迁分的4套房都在一个小区，原主为了赚钱租出去3套，自己留了套最小的。打车回到小区楼下，无奈已经累得筋疲力尽。楼下2个老头见到他立马打招呼，记忆里原主常和他俩下棋。老吴，检查的怎么样啊？晚期，等着死就完事了。老吴肯定瞎说，谁得癌症说话还这么大声？老吴，晚上去我家喝酒，我女婿给我带的大鹅。原主抠门一辈子，唯一爱好就是喝酒，肝癌8成就跟这有关，还有那倒霉的脑血栓。叮的一声，电梯门打开，门外站着个穿着妖艳、浓妆艳抹的女人，正是原主的租客沙莉莉。她已经欠了2个月房租，每次原主见着都要催。吴大爷，那个房租下个月一定给你。无奈没心思要房租，刚穿越就剩半个月寿命，哪有心情纠结这点钱？房租免了。吴大爷，你没开玩笑吧？真给我免房租？无奈转头打量沙莉莉，姑娘底子其实挺好，就是穿着让人觉得不像好人。再结合她昼伏夜出的作息，用脚想也知道做啥职业。大爷，你看什么呢？不要房租，该不是想要别的吧？你要是怕我要别的，就赶紧把房租交了。好心免房租，还被当成驴肝肺。沙莉莉哼哼2声，还以为房东发善心，原来是换个方式逼他交房租。明天我就把房租给你，要不就后天。无奈全当没听见，掏出钥匙准备打开914房门，看着门牌号一阵无语。911到914都是原主的房子，偏偏给自己留个就要死，这特么不是盼着要死吗？房门打开，一股霉味直冲脑门。70平的房子被废纸壳，酒瓶子堆的只剩10几瓶，一张不知道在哪捡的木床上铺着块薄薄的毯子，这就是原主睡觉的地方。空调、洗衣机这些家电自然是没有的，还真是够抠门的。谁能想到这屋里藏着300万存款加4套房子？他找出身份证和银行卡，还有半个月可活，去酒店开个总统套房起步美滋滋。正当他准备离开时，脑海里响起一道机械音：叮，系统启动成功。宿主无奈，年龄62岁，健康状况濒临死亡，死亡倒计时14天，每让女租客惊讶1次，奖励年龄倒退2个月，死亡倒计时同时增加2个月，奖励累积满2年，会有超级奖励放送。宿主努力活下去吧。无奈愣住2秒，随即大喜，穿越不是送他纪晓荷，是让他续命了。只要让3个女租客不断惊讶，他就能返老还童，重新变回20岁小伙。无奈回忆脑海中3个住户的信息，911租户正是电梯里碰到的沙莉莉，912是名女警，913是个小护士，他们都和原主签了1年合同，现在才过去几个月，看来想要活命，只能从这3人身上下手。他盯着桌上的诊断书，眼睛一亮，这东西绝对能让3个姑娘惊讶。这个时间3女都不在家，他先出去填饱肚子，来到楼下原主常去的饭店。服务员见他就露出嘲讽的表情。原主因为抠门，每次来最多点个素菜，要么直接要盘花生米，喝最便宜的散装酒，这也成了他的老规矩，还总占着座位喝几小时，饭店上下都很反感。还是老规矩。来碗海鲜粥。你想吃什么？海鲜粥，我知道你们店有，赶紧让厨子去做。他现在牙口不好，也就喝点粥合适，反正银行卡里每天的利息够他大吃大喝了。大爷，海鲜粥可是98一份，你确定？你不做我就走了。那你老今天喝什么酒？不喝了，以后都不喝了。无奈拒绝了散装酒，服务员又惊了，但他不是无奈的房客，再惊讶也没用。无奈随便找个位置坐下，掏出原主的老年机。这时候智能手机早就普及了，偏偏没普及到抠门的原主这。前世他可是农药游戏主播，算算日子，这游戏应该刚发布没多久。以他对游戏的理解，现在打玩家岂不是砍瓜切菜？很快，服务员端着刚煮好的海参粥上桌。去刷卡吧。大爷，98块钱，咱还至于刷卡吗？无奈也很无奈，原主家里没留现金，不刷卡也没招。服务员只得拿着银行卡去前台刷卡。小小一碗粥，无奈很快喝完，刚放下勺子，身后响起一道轻柔女声：“吴大爷。”无奈眼前一亮，白皙皮肤，清纯相貌，看着就像初恋的感觉。来人正是913室的护士白雪。丫头也来吃饭呢。跟朋友约好一起过来吃饭，不是无奈故意占便宜，原主记忆里就最喜欢这个白雪，乖巧懂事，从不给她惹麻烦，所以每次见到都叫一声丫头。说话间，白雪注意到无奈的空碗，心里暗道吴大爷还是那么节省，出来只喝一碗白米粥。
大爷，已经刷好卡了。看着服务员递过来的银行卡，白雪当场愣住。吴大爷喝粥竟然刷卡。丁，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无奈心里暗爽，这就完成一次任务。查看系统生命倒计时，果然变成了74天。他趁热打铁，拍了拍旁边的座位，白雪顺势坐下。丫头，大爷跟你说件正事。大爷怎么了？感觉你今天心情不太好。无奈掏出诊断书，白雪作为护士，一眼就看清上面的晚期诊断，眼睛瞬间泛红。丁，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无奈的嘴角比 AK 还难压，4个月寿命就这么轻松到手，距离超级奖励又进一步。白雪还没从惊讶中缓过来，真是个善良的姑娘。放心吧，大爷一时半会儿不会死，而且大爷还有件事要求你。大爷，你都这样了，咋能不死啊？而且我不行的。我就是想让你替我保密，别告诉沙丽丽和于倩，难道还不行吗？原来是让我保密啊！你放心，你死之前我肯定不告诉别人。无奈哭笑不得，这丫头善良是善良，就是说话太实在。保密的原因是，如果让另外2名租客提前知道，等他再说的时候就不会惊讶了，那岂不是浪费机会？你朋友还没来吗？我请你们吃饭。白雪哪好意思让无奈请客，心里还对这生死看淡的大爷竖起大拇指。明明喝着白米粥，还想着请别人，真是条汉子。无奈吃饱喝足，回到自己那脏乱差的房间。他要等912的女警于倩下班回家。至于沙丽丽，今天就不用等了，她明天早上能回来都算早的。作为警察，于倩下班一般不准时，一直等到晚上快7点，电梯门才再次打开。于倩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来，无奈想迈个箭步，结果没迈开，还差点闪了老腰。小鱼啊，吴大爷还没睡呢。无奈心里嘀咕，7点就问还没睡，这老年人的作息果然不一样。他掏出诊断书，借口眼神不好，让于倩帮忙看看。于倩接过诊断书仔细查看，结果越看越心惊，癌症晚期，重度糖尿病，3级脑血栓，姓名栏明晃晃写着无奈。大爷，你丁，接收到于倩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无奈忍不住笑出声，舒服了，又赚了2个月寿命。于倩却懵了，吴大爷怎么还笑得出来？吴大爷没什么大问题。于倩一边说一边把诊断书还给无奈。他知道无奈无儿无女孤身一人，怕他接受不了真相，决定暂时隐瞒。谢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大爷保重身体，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，不舍得买可以告诉我，我买给你吃。好，以后你有事儿也找我帮忙。于倩目送无奈回房，心里盘算着能在他临死前做点什么。无奈回到房间就困意来袭，看着钟表上7点10分的字样，忍不住吐槽：奶奶的，自己真就7点就要睡觉了。可身体实在支撑不住，躺在小破床上很快就睡了过去。再次睁开眼已经是早上5点。曾经他可是熬夜冠军，最瞧不起早睡早起的，结果自己终究活成了曾经瞧不起的样子。不过睡醒也好，这个时间沙丽丽也该回来了。他将门打开一条缝，半小时后随着叮的一声开门，沙丽丽带着一身酒气，摇摇晃晃走出电梯。沙丽丽，呵呵呵呵，吴大爷醒这么早，您老没吃饭呢吧？我下去给你买早餐。不用跑，我不是要房租，帮我看看上面写的啥。老头，我不就欠你2月房租吗？你至于弄个假诊断书讹我？这是真的。行行行，真的，我肯定在你死之前把房租交上。我要回家睡觉喽。沙丽丽说完就进了911房间。我能不能换个租客？丁，系统已经绑定3名租客，不可更换他人。如果对方自行退租，宿主将减少1条获得奖励的来源。我靠！无奈盯着911的房门，心里较劲，就不信在你身上赚不到奖励，大不了晚上去酒吧点你。这时913房门突然打开，白雪从里面走出来，看到无奈站在走廊。咦，吴大爷，你刚才说晚上点什么？点只鸡。想吃点啥就吃点啥，挺好的。无奈心里吐槽，怎么一个个都让他想吃点啥吃点啥，整得明天就要嘎了似的。大爷照顾好身体，我先去上班了。送走白雪后，无奈回到乱糟糟的房间，现在知道死不了了，日子总不能还这么凑合过。他想起楼道墙上的保洁小广告，赶紧找出来拨通电话，500块钱全屋收拾，连垃圾都帮忙扔。对。半小时后，2个40岁左右的保洁阿姨上门了。500块，全屋收拾干净，垃圾也帮忙扔了，行吧？放心吧，大爷，我们都是专业的。可等无奈推开房门，2个保洁阿姨当场傻了眼，屋里的破烂堆得像山，70平的房子只剩10几平能落脚。大爷，我给你500块，你能告诉我这些垃圾怎么弄上来的吗？少扯没用的，赶快整，货烂卖的钱归你们。这活得干一整天，我们再叫2人来。家里没值钱东西，无奈放心出门，直奔市里最大的手机卖场。好几天没玩农药了，他早就手痒了。打车直奔市里最大的手机卖场，刚一进门，一个年轻女销售就热情地迎了上来。大爷，想买什么样的？我们有专门的老年机，声音大还能一键呼救。无奈穿越的是10年前，相比于10年后，这会儿的手机性能在他眼里实在太 low， 哪怕最贵的款也不够用。最好的是哪一款？
大爷，您看这款8888元，性能顶呱呱，你孙子肯定喜欢。我自己用。这老鸡巴虽然不好看，但胜在结实耐用，续航持久。新鸡巴虽然花样多，但是不好摆弄。你这是跟我玩谐音梗呢？没有，我就是担心您用不惯。无奈心里无语，问他会不会玩手机，就像问他会不会吃饭一样。刚打开手机屏幕，就看到预装的农药，当即拍板，就它了，去刷卡吧。女销售第一次见这么大岁数的人下单这么爽快，连忙拿着卡去刷卡。无奈点开游戏，全军出击，久违的音效传来，他忍不住深吸一口气。都回来了。旁边2个选手机的年轻人听到音效，以为是给家里孩子买的，可下一秒3杀、4杀、5杀的播报声接连响起，两人震惊地看向无奈。这特么是假的吧？这操作也太丝滑了。无奈放下手机，活动手腕，这具身体确实不给力，才玩了一把手就抽筋了。这才发现身后站着2个目瞪口呆的青年。你们有事吗？大爷，我们想拜您为师，求您教我们打游戏。年轻人好好学习，少玩手机，玩手机能考上大学吗？说完，无奈跟营业员告辞，转身离开。可2名青年不依不饶，紧紧跟在身后。大爷，我们已经是大学生了，方海大学的，那就更不能教了。为什么？无奈最烦这种学习好、游戏又厉害的人，凭什么人家玩游戏不耽误学习？嘴上却没多说，扭头继续走。就在这时，路边停下一辆警车，于倩推门下来。吴大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身体不好，该多在家休息啊。你来的正好，把这俩跟屁虫撵走。你们怎么回事？报告警察姐姐，我们想拜这位大爷为师，学打游戏。于倩满脑子问号，吴大爷和打游戏怎么看也不搭边。他严肃地驱赶了2个大学生，转头让无奈上车送他回家。车里就2人，车上无奈突然想起沙莉莉的事，试探着开口：你知道沙莉莉在哪个酒吧上班吗？大爷，你要去要房租，我晚上帮你要，肯定能要回来。于倩以为吴大爷是要去要房租，心里暗道这大爷真是狠人，都这身体了还惦记房租。不是，我想去支持一下他的工作。吴大爷，你知道沙莉莉在酒吧干什么吗？不就是陪人唱唱歌、聊聊天、喝喝酒？你告诉我名字就行。红浪漫酒吧，您注意身体，别一激动出事儿。无奈笑着答应，心里已经盘算好了，这可是触发沙莉莉惊讶的好机会，续命大业可不能停。坐着警车回到小区，于倩反复叮嘱他注意身体后才离开。无奈走到楼下，就看到一辆大货车正在装垃圾，2名搬运师傅的闲聊声飘进耳朵。你敢想，这些破烂都从一户人家搬出来的，这么小的房子能堆这么多？无奈假装没听见，快步走进电梯，打开房门，保洁阿姨正满头大汗的洗刷地面，原本堆成山的破烂已经清理干净，70平的房子终于露出了原本的模样。老爷子，这些破烂可累死我们了。这些破烂卖了起码能得1、2千，也够补偿你们了。2个保洁相视一笑，没想到这老头还挺懂行。无奈转了一圈，看到破旧的木床，直接让保洁帮忙清理掉。老爷子，床扔了您睡哪儿啊？无奈拿出新买的智能手机，在网上找了家送货上门的家具店，一口气下单了大床、床垫和被褥4件套，全程操作熟练，看得保洁阿姨直惊讶。大爷，你还会网购啊？嘿，我儿子也会。你会视频聊天吗？嘿，我儿子也会。我知道你想显摆儿子，但能不能别拉上我？大约1小时后，送床的工人把新床安装好，保洁阿姨收拾完也离开了。无奈躺在柔软的新床上，舒服的差点睡着，直到听到门外传来沙莉莉的高跟鞋声，看来她要去上班了。无奈故意等了半小时，才慢悠悠出门打车。出租车司机一听目的地是红浪漫酒吧，立刻露出男人都懂的眼神。大爷要去消费啊？去找人？我懂，不过大爷，我提醒你，在那里千万别谈感情，伤钱。不如讲讲你和安小妹的故事。司机嘴角一抽，没再接话。出租车停在酒吧门口，刚走进大厅，一名服务生就迎了上来。大爷，我们这是酒吧，隔壁才是老年活动中心。没走错，我是来消费的。大爷，请随我来，一定给您安排好。进了包厢，无奈报出沙莉莉的名字，可服务生却说没这个人。无奈突然想起这里哪有人用真名的，连忙描述了下沙莉莉的特征。是莎莉娜吧？沙莉莉变沙莉娜，这丫头还挺会起名，就是她，再上份果盘。服务生笑着退了出去，无奈心里盘算着，等会儿沙莉莉进来，肯定得惊掉下巴，又能赚2个月寿命，值了。沙莉莉接到服务生通知，说有个老头找她，心里泛起嘀咕，该不会又是个变态吧？以前接待过的老头，要么要求奇葩，要么抠门得很，还问能不能刷医保卡。可服务生说对方特别豪气，他只好硬着头皮过来。推开门一看，当场愣住。老吴头，怎么是你？丁，接收到来自沙莉莉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怎么，我来消费不行吗？这地方也是你能来的，这儿消费一次够你翻半年垃圾桶了。
今天我就消费，你不接待我就投诉你。我欠你2个月房租，回去就给你，你赶紧走。服务生他赶我走，我要投诉。服务生连忙打圆场。沙莉莉最怕投诉扣工资，只好憋着火留下来。服务生一走，他就凶巴巴地盯着无奈。我不就是欠你点房租吗？至于跑这儿来？快别磨牙了，给大爷唱首歌。唱你妹！妹，没问题，你想听什么？无奈先是点我们工人有力量，又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，气得沙莉莉直咬牙，说一首都不会。就在这时，包厢门被猛地推开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抢我的沙莉呢！顺溜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他是我家亲戚，特意来看我的。无奈看着顺溜，觉得有些眼熟。顺溜看无奈也觉得很亲切。你是吴大爷？是顺溜啊！无奈突然想起，原主没动芊芊，有个被追杀的男人逃到他家，原主帮他藏了2天，正是眼前的顺溜。大爷是我，你家老房子动迁了，我找了你好几次都没找到。丁，接收到来自沙莉莉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沙莉莉怎么也没想到，抠门的房东竟然和顺溜认识，而且顺溜对他还这么恭敬。顺溜可是当地出了名的大哥，连酒吧老板都不敢招惹。因为无奈不想喝酒，3个人在酒吧包厢里嗑着瓜子闲聊。顺溜觉得没尽兴，突然对小弟吩咐：你们去找几个人来，让我吴哥开心开心。不用，自家亲戚就是干这个的，哪用叫外人？他连忙摆手拒绝，毕竟这副62岁的身体，别说应付小美，多看2眼都怕血压飙升。沙莉莉心里暗骂无奈假正经，刚才花钱的时候倒是挺痛快。吴哥今天都听我的，你的亲戚就是我亲戚，让我大侄女休息1天。沙莉莉本来当妹妹挺好，现在倒降了1倍，不过能被顺溜罩着，叫啥都无所谓了。没一会儿，小弟就领着人走进包厢，无奈眼睛瞬间直了，可看着看着，突然胸口沉闷，呼吸困难，跟着双眼一黑，直接晕了过去。我靠，吴哥你怎么了？还有气儿，应该是激动的晕过去了。激动个啥呀？赶紧送医院！不知过了多久，无奈在医院病房醒来，心里暗骂这身体真不争气，跟破烂自行车似的，关键时候就掉链子。映入眼帘的是白雪和沙莉莉，感情他被送到了白雪所在的医院。吴大爷，你总算醒了，自己啥身体不清楚，还去那种地方找刺激，真是老寿星上吊，嫌命长。大爷都这样了，你能不能少说几句？沙莉莉刚想反驳，但又怕给老头气到，想想还是算了。看无奈没事，就打着哈欠说要回家睡觉。沙莉莉走后，白雪更细心了，不停询问无奈哪里不舒服。大爷想吃点啥，我去给你买。我想吃肘子。大爷，你这身体吃不了油腻的，我给你买包子吧。二床的刚才一直盯着这边，他见白雪对无奈格外照顾，心里很不平衡。见白雪要走，突然喊住他：我也要吃早餐。好啊，你想吃啥？我一起给你带回来。我要吃肘子。大叔，你这病不能吃油腻的，要不也给你买包子吧？你他妈知道我是谁吗？让你买个肘子就乖乖去买，信不信我让院长开除你？这种无理取闹的病人，白雪见多了，哪怕是对方的错，最后挨骂的还是他们。而无奈已经下床穿鞋，瞥见对方床头的护理卡，心想比自己还年轻4岁，脑梗刚抢救过来，还敢这么横。老杂毛，你看什么看？上一边去！让你特么满嘴喷粪，让你特么装！说着，无奈用布鞋对着胡有为一顿狂抽，声音清脆响亮，病房里瞬间安静。丁，接收到白雪的惊讶，寿命增加60天。无奈正愁没机会拿奖励，这老登就主动送上门了。白雪愣了好几秒才反应过来，大爷你冷静啊，别再把自己气到了。别让我再看见你，看一次打一次。我要报公，把你抓起来。我让你报，我让你报。走廊里的医生听到动静冲进来，好不容易才把无奈拉开。刚好胡有为的儿子胡闹也赶来了，看到老爹被打成这样，立马炸了。你敢打我爹，我跟你没完！白雪还在给无奈解释情况，胡闹已经掏出手机拨打了报购电话。无奈倒无所谓，反正诊断书上写着他只剩10几天可活，叔叔们来了又能怎么样？丫头啊，先去帮我买包子吧，运动一会儿感觉更饿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白雪听话的往外走，没过多久，2名年轻警员就赶到了病房。很快，父子俩一唱一和把事情经过说了一遍。2名警员看着无奈年纪比胡闹爹还大，满脸疑惑：大爷，你真打他了？算不上打，就是教训一下他。谁让这老东西欺负人家小姑娘？你听听，他都承认了吧？这时，白雪拎着包子挤进来，看到这阵仗，赶紧上前解释：警察同志，吴大爷打人是有原因的，是他爸先骂人的。你解释什么？我爹在你们病房被打，你要负主要责任，不给我个说法，我就跟你们没完！白雪眼眶泛红，满肚子委屈没处诉，明明是对方胡搅蛮缠，怎么反倒成了他的不是？无奈瞧着丫头这委屈巴巴的模样，心里直犯疼。这辈子真心待他惦记他的人实在没几个，当下也不犹豫，他缓缓掏出了自己的杀手锏。丫头，去帮我买把菜刀。吴大爷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反正我也没几天好活了，临走前带走一个算一个，我倒要看看谁想陪我一起走。
一句话让病房里瞬间安静。2名警员看到诊断书上晚期癌症、重度糖尿病等诊断结果都愣住了。老爷子的身体状况根本经不起强制措施，真要处置，反倒显得不近人情。经过一番拉扯协商，无奈咬死只肯赔500块，多1分都没有。反正他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胡闹梗着脖子还想争辩，被胡有为拉劝住。老头心里门清，跟一个只剩半个月活头的人死个，赢了没面子，输了更憋屈。真要是把人逼急了，对方豁出去再给自己来几下，得不偿失。拿到赔偿款后，父子俩没再多待，骂骂咧咧的收拾东西转了病房。白雪看着手里的包子，又看看躺回床上悠哉悠哉的无奈，哭笑不得。无奈却觉得这500块花的值，既替白雪出了口气，没让丫头受委屈，还顺手赚了2个月寿命，简直是双赢。无奈在医院观察了1天，身体没大碍，就办理了出院。等回到家，看着脏乱的墙面，干脆找了装修公司，刷墙加换灯具一起搞定，然后就拿着手机出门了。他实在不想在家待着，这身体虽然老了，但心理年龄才20多岁，想去网吧通宵打游戏。网吧老板看他是老年人，还以为是来找孩子的，直到无奈开卡上网，老板才愣了一下。无奈登录农药刚开一把，就听到身后有人喊他：“我看真是五杀大爷！”来人正是买手机时想拜无奈为师的2个大学生，2人也是来网吧练游戏的。大爷，你也来上网啊？要不要一起玩？行啊，正好缺个队友。3人组排开黑，无奈的操作依旧丝滑，把张乐和陶大喜看呆了。玩到半夜，无奈实在困得不行，靠在椅子上就睡着了。张乐和陶大喜打完1局，看到无奈仰在椅子上不动，吓得赶紧探他鼻息：“大爷，你没事吧？别吓我啊！还活着，快打120。2人刚拨通120，无奈就睁开眼，揉了揉脸。岁数大了熬不了通宵，睡了一会儿，感觉舒服多了。张乐和陶大喜对视一眼，哭笑不得。这报完警还能取消吗？与此同时，小区里的白雪、沙丽丽、于倩正在召开一路走好计划会议。吴大爷的日子不多了，咱们得好好照顾他。我晚上帮他收拾家务。我会做饭，以后他的1日3餐我包了。那我干啥？要不我免费给他占点便宜。可别，吴大爷高血压，不能激动。你白天陪他聊聊天吧，他一个人肯定孤单。行吧，反正我最会哄男人开心。3人很快达成一致。突然，白雪想起没看到无奈，担心他出事，赶紧往914跑。吴大爷，你没事吧？屋里没人回应，于倩赶紧联系开锁师傅，几分钟就把门打开了。屋里一股涂料味，但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全新的家具摆得整整齐齐，可就是没看到无奈。没在家就好，起码没出事。我听说老狗要死了，都会躲到没人的地方，老头该不会也这样吧？你怎么能这么说吴大爷？就在这时，于倩的手机响了，来电显示是无奈。吴大爷你在哪呢？这么晚还不回来？家里刚刷完墙，不能住人，在网吧对付一晚。3女集体石化，他们就算想到无奈在外面过夜，也没想到他会去网吧通宵。这老头真是越来越反常了，捡破烂的人设彻底崩了。无奈挂了电话，心里美滋滋的，一下赚了半年寿命，还差一次就够超级奖励了。大爷，是家里人找你吗？不是，几个邻居怕我死了，来问一声。大爷，要不玩完这局你回去休息吧。接着干，困了我给你们买咖啡，买可乐。就这样，3人一直玩到早上6点，2大学生都快困傻了。大爷，我服了，咱们回去睡觉吧。你们这些年轻人，一个能熬的都没有。互相留了联系方式后，无奈下机回家，到楼下时刚好碰到遛弯的老刘。哎呀，老吴，今天起挺早啊，去早市了？去网吧了，不聊了，我得回家补觉。去网吧？网吧也送鸡蛋？没听说啊。无奈回到家刚睡1小时，房门就被敲响了。开门一看是于倩，她还在担心昨晚的事。吴大爷你没事吧？以后别瞎折腾了，注意身体。放心吧，没大碍。送走于倩，无奈刚躺下，敲门声又响了。这次是白雪，手里还端着一盘饺子。大爷，这是我早上新包的，你尝尝味道。麻烦你了，大早上还特意包饺子。没关系，我可是计划负责人。什么计划？什么负责人？没什么，就是我们仨约定好，每天来照顾你。原来3个姑娘以为他要死了，所以想要在最后的时间照顾他。这种好事自然不能拒绝，而且这样还能更方便获得系统奖励。你们都是好孩子，大爷挺欣慰。大爷你就开开心心的，想吃什么跟我说，我给你做。好，快去上班吧，别耽误工作。无奈吃了几个饺子，别说小丫头手艺还不错，随后躺在床上没有再睡觉。他知道过一会沙丽丽也会过来。不出所料，半小时后房门再次被敲响。老头可以啊，这岁数还能去网吧通宵，够潮的。也就这点爱好了。走，带你去商场买2套衣服，你身上这衣服都穿多少年了？我昨晚才通宵，要不改天吧。别废话，赶紧走。2个人打车来到市里的衣服批发市场，这里衣服最贵的110块钱，便宜的只要20-30。沙丽丽装出很大气的样子，挑吧，随便你挑，一切消费我买单。无奈心里吐槽，就算挑破点，一套也超不过150，但不拿白不拿。他随便选了2件 T 恤，总价才75块。这件也包起来。你女儿真孝顺，你真有福气。她不是我女儿。老板娘愣了愣，瞅着沙丽丽越想越不对劲。年轻姑娘跟老头凑一起，怕不是图点啥？你那是什么眼神？
没什么没什么。原本105块的东西，沙莉莉甩了一张100块，就拉着无奈往外走，嘴里还嘟囔着以后再也不来这家了。两人晃悠到中午，沙莉莉买的东西几乎全是给自己的，无奈纯属陪逛还兼拎包。你叫我出来，就是让我给你当拎包的。我这是陪你开心啊。开心的明明是你吧？好了好了，中午请你吃大餐，保证你没吃过的好东西。5分钟后，两人站在一家15元自助小火锅门口，无奈直接服了，这就是他口中的大餐。不过原主确实没吃过，也算新鲜。吃，随便吃，吃多少都是我买单。无奈喝了一声，自助餐撑到吐也还是15块，他这房费要是交了，都能在这儿连吃好几个月了。吃到一半时，沙莉莉突然捂住肚子，表情很是怪异。你帮我看会儿锅，别让人端走了，我去趟厕所。无奈盯着面前的小火锅，心里犯嘀咕：这15块钱的锅底，谁吃了不闹肚子？这时，沙莉莉落在桌上的手机突然疯狂响起来，无奈瞥了一眼，来电显示标注着王八蛋，心想大概率是哪个没付钱的顾客，他没搭理，任由电话响完，接着弹出一条短信。无奈仔细一看，原来是追债的，难怪沙莉莉交不起房租，给自己买的都是便宜杂牌货，原来是家里欠了债。再看沙莉莉，自从看到那条短信就一直魂不守舍的，难道真应了那句话，下海的女人背后总有个好赌的爹，生病的妈，上学的弟弟和破碎的家。老头，吃完饭你先回去吧，我还要去做美容。就你这欠着债的状况，还做美容，8成是找地方借钱去吧。无奈心里盘算，要不要跟着沙莉莉？等他借钱时突然出现，他指定的惊讶。不过转念一想，还是算了。要是沙莉莉发现自己的事儿被人扒了，说不定直接卷铺盖跑路，不再租他的房子。系统绑定了3个租客，少一个他可就亏大了。知道了，那我一会儿自己回去。沙莉莉显然已经没有吃下去的心情，简单吃了2口，便匆匆忙忙的离开。无奈吃饱喝足，拎着他和沙莉莉的大包小包，正准备打车回家，身后突然有人喊：“老吴大哥，可算找着你了！”卧槽，怎么碰上赵桂芳这尊大神了？赵桂芳快60了，5年前丧父，带着俩没结婚的儿子。自从老伴走了，就3番5次暗示想跟原主搭伙过日子。尤其知道原主拆迁分了房，揣着300万后，追求的更疯魔了。我帮你拎着，这么沉，你这老胳膊老腿的哪扛得住？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你说说你，一个人多不容易，家里家外连个大把手的都没有。一个人挺好，清静。无奈随口应付着，眼睛盯着路边，刚好有辆空车停下，无奈赶紧开门钻进去，结果赵桂芳也跟了上来。去你家坐坐，我给你做顿饭，再帮你收拾收拾家。不用不用，你赶紧下车，我今儿不回家，要去别的地方。你去哪我跟你去，你一个老头出门太危险。大爷，你就听大娘的吧，她也是好心惦记你。你这么向着他，干脆拉着他随便去呢。我下车。哎，你别走啊！赵桂芳下车想追，可无奈已经一溜烟拐进旁边小巷，拦了另一辆出租车就跑了。结果无奈刚在小区门口下车，身后又传来出租车喇叭声，定睛一看，赵桂芳居然坐着刚才那辆车追来了。嗨嗨，大爷，大娘想来这，我给她拉来了。呸！去你妹的！无奈自顾自往小区里走，赵桂芳在电梯关门前挤了进来，他心里也纳闷，往常老吴头虽然不待见他，但也没这么躲着他啊。老吴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知道你心里有我。我对你没兴趣，以后别再纠缠我了。我才不信，你就是压制着心里的感情，怕我俩儿子不同意。你放心，我去跟他们说，他们指定乐意。你那俩儿子用得着说服？估计早就盘算着怎么分我的房子和钱了。这时候可不能回家，要是让赵桂芳进了门，再想赶出去就难了。他索性按下了1楼，两人来到小区凉亭，无奈把袋子往石桌上一放，刚想歇会儿，赵桂芳一把抢过购物袋，没等无奈阻拦，赵桂芳就掏出3条丝袜、2个蕾丝胸罩，还有一件性感睡衣，全是沙莉莉买的。这都是些啥玩意儿？老吴啊老吴，你到底想干啥？幸亏凉亭里没别人，不然无奈以后都没脸在小区待了。他一把抢过袋子，胡乱塞进去。你有病吧？翻别人东西！你老不正经，你耍流氓就不怕得病啊？哼，我就好这口，咋地吧？现在知道也不晚，我本来就是这样的人。吴大爷，你在这儿干啥呢？没干什么。警察同志，快把这个老变态抓起来！吴大爷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我路过这儿，想着顺道看看你。咱回家再说，这儿不是说话的地方。难道这些东西都是给你买的？赵桂芳先是看了看无奈，又看了看于倩，好像是有了重大发现。于倩被说的有些懵，她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只看到吴大爷拿着一条袜子往脸上蹭啊蹭的。他就是个神经病，不用搭理他。你才是神经病，我非要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你啥德行。说着，赵桂芳跑到小区楼下，扯开嗓门大喊，从老吴大哥到老吴，再到老吴头，称呼越喊越难听，也能看出赵桂芳是真急眼了，得不到就想毁掉，这操作也是没谁了。
你去忙你的吧，让他在这儿嚎，没人搭理他，一会儿自己就没劲了。可于倩哪能走？不管是警察的身份，还是跟无奈的交情，她都得在这儿盯着。大娘，你先别喊，有问题咱们好好解决。你离我远点儿，肯定是因为你，他才看不上我。他把无奈不愿搭理他的账全算到于倩头上。好在于倩身为警察，心理承受能力够强，没被这句话惹毛。这时候，原主的老伙计老王、老刘听见热闹，乐呵呵的跑下楼，一看主人公是无奈，立马幸灾乐祸起来。老吴啊，这是咋了？被老相好找上门算账了？这不是贵方大妹子吗？咋还反目成仇了？你们俩哪凉快哪待着去，别在这儿添乱。俩老头笑得更欢了，有热闹不看王八蛋，尤其还是老吴的热闹，咋能错过？正说着，一道妖艳的身影走进小区，正是先走一步的沙莉莉。哟，这是咋了？老吴头的老相好上门了？还不是你买的这些破玩意儿惹的祸。我买的东西招谁惹谁了？你别在这添乱。于倩看不上沙莉莉的职业，沙莉莉也瞧不惯于倩的正经劲，俩人就跟猫和老鼠似的，天生不对付。但这会儿矛盾都集中在赵桂芳身上。老头，我帮你把他赶走，你答应我一个条件行不行？他刚才出去借钱，跑了好几个地方，结果1毛钱都没借着，正愁没辙呢。可以，不过得写借条。你咋知道我要借钱？除了借钱，你还能有啥事儿？对，就是借钱，3万块行不？要不是被逼到份上，他也不会跟重病缠身的无奈开口。万一钱没还，无奈先没了，他得愧疚一辈子。可家里那边催得紧，再凑不上钱，要债的真能对他爹和弟弟下手了。没问题，赶紧上，别让他在这儿嚎了。老头，你就瞧好吧。说完，冲到赵桂芳面前，指着他鼻子就骂。一瞬间，赵桂芳和无奈的矛盾直接变成了他和沙莉莉的对喷大战，俩人谁也不怕谁，站在小区中间互怼。无奈在旁边看着，眼见赵桂芳的脸从白变红，再从红变黑，最后气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光哆嗦说不出话。快来人呐！年轻人欺负老年人了，没天理了！四周邻居围了一圈看热闹，没一个人上前劝，谁都看出来是赵桂芳在撒泼。可身为警察的于倩不能不管。大娘，你还是先走吧，别在这儿闹了。你是警察，咋不管他？他骂我，我先送你回去，回头再收拾他。说着，他架起赵桂芳就往小区外走。这场风波也算是暂时过去了。怎么样，搞定？干得不错，走上楼说。老头，你答应我的事儿可别忘了。沙莉莉一路追到无奈家里，嘴里一直叨叨个不停。把嘴闭上，银行卡号。沙莉莉快速报完账号，看着手机屏幕上的转账提示，心里一阵感动。她刚才找遍了所有认识的人，都没人愿意借她钱，可她就帮无奈赶了个疯婆子，对方竟然二话不说就转了钱。老头，你真是太好了。赶紧写借条，把你欠的2个月房租也一起写上。我下个月发工资就还你。下个月有没有我还不一定呢。大爷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，欠你的钱我肯定还。就算你没了，我在家也给你立牌位，逢年过节给你烧香敬酒。停，我就随口一说，你别给我整这出。见平时铁石心肠的沙莉莉都红了眼，无奈也没心思逗她了。行了，赶紧回去吧，别让家里人等急了。无奈总算能歇会儿了，刚躺下没一会儿，敲门声就响了，是白雪下班送晚饭来了。白雪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早就习惯了照顾人，长大后考了护士专业，现在一门心思负责无奈的1日3餐。吴大爷吃饭了，今天做了你爱吃的青菜豆腐汤，还有糙米饭，好消化。白雪是真的拿无奈当成了自己的长辈来照顾。如果无奈现在是20多岁的青年，一定会追求白雪这样乖巧听话又温柔漂亮的女孩。对了，吴大爷，你喜欢爬山吗？原主每天光忙着捡破烂，哪有时间游山玩水？他前世倒是对爬山有点兴趣。还行吧。那大爷你喜欢哪座山啊？珠穆朗玛峰吧。要不大爷你换座山行吗？那我选王八山。记忆里王八山距离这座城市不远，因为形状像王八而得名。白雪暗暗记下信息，心里盘算着回去和另外2名队员汇报。他可没敢说，问山是为了等无奈死后让他住在这儿。睡觉前，无奈又和张乐、陶大喜玩了2把游戏，两人的游戏天赋都很高，和他玩了几次已经能跟上他的游戏节奏。3人在路人局简直是碾压级别的存在。吴大爷，下把我蒙恬，你打几棒？那行，我玩中路贼溜。对了，吴大爷，什么时候我们再去通宵？不了，上了一个通宵，差点要了我的老命。那吴大爷，我们可以上你家玩吗？虽然网上也能一起玩，但在一起时，吴大爷能教给他们很多技巧。无奈想了想，家里确实有些太冷清了，便爽快的答应。退出了游戏，无奈便沉沉睡了过去。谁说岁数大觉少的？他现在到点必须睡，1分钟都不能等。第2天，无奈又被敲门声吵醒。你这是刚下班？吴老头，你一定要帮帮我呀！有事慢慢说，你先松开。我真的没办法了。快松手！无奈感觉呼吸困难，自己没被病痛杀死，快要被沙莉莉勒死了。对不起，老头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我以为你要杀人灭口呢。看沙莉莉的装扮，昨晚肯定去酒吧上班了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哭着回来。难道碰到变态客人了？那也应该找酒吧保安，找他一个老头子有什么用？我们老板欠了我3个月工资，我跟他要，拒不给我，还说我要是不干了，钱永远不会给我。你不打算在酒吧干了？
一个老乡叫我去卖楼，说一个月能赚7、8万，所以我就想去试试，正好我也可以要回酒吧拖欠我的工资，刚好可以还上你的3万块钱。结果老板说什么也不给我钱。无奈突然想到，现在正是房地产蓬勃发展的阶段，去卖楼确实是个不错的选择。老头，你能不能让我顺溜叔出面？我们老板很怕顺溜叔的。不用顺溜，晚上我帮你去要。丁，接收到来自沙莉莉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，累计获得2年寿命，奖励超级大礼包，获得技能透视之眼，再次累计获得2年寿命，还将获得超级奖励。没想到自己苦苦等待的最后一次奖励，竟然无意间就完成了。无奈看向沙莉莉，顿时眼中充血，透视之眼将她的里外看得清清楚楚。快帮我把抽屉里的速效救心丸拿来。系统，透视眼有没有关闭功能？丁，技能由宿主自己掌控。无奈试着脑海里下令关闭透视，下一秒果然恢复到正常状态。老头，你没事吧？我现在去帮你拿药。不用了，我已经好了。那我的事你别管了，晚上跟我走就行。无奈让他回去睡觉，晚上才有力气去要钱。沙莉莉离开后，无奈也出门了。想到家里连冰箱都没有，他直奔家电卖场。这类地方10天有8天都在搞活动，不是大促销就是赔本让利，总让人觉得占了便宜。大爷，你总算来了。你认识我？大爷，我一看你就像我亲大爷似的。大爷家里缺点啥呀？看看冰箱。大爷来的太是时候了，我们今天冰箱搞活动，特价1999，而且买3赠1。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冰箱还有买3赠1的。不是这个意思，只要在商场任意买3件电器，就可以赠送1件精美电器。无奈瞬间懂了，这不就是10年后电商的老套路吗？所谓精美电器，无非是手电筒、刮胡刀之类，成本不到20块。不过销售员的话倒是提醒了他，3女租住的房子里也都没有冰箱，如果突然给他们配上，3女肯定会惊讶，自己岂不是又能赚半年寿命？1999那个，给我来4台。大爷，你没说错吧？你要4台冰箱，我们的精美礼物可能没有那么好。放心吧，就算没有赠品，我也会买。大爷，你等一下，我去向经理申请，赠送你个好的赠品。他害怕无奈是为了赠品才买的冰箱，等到看见只是一个普通闹钟，再反悔不要了。大爷申请到了，赠送你1台价值566元的洗衣机。送洗衣机吗？无奈本着宁落一群不落一人的风格，索性又买了3台洗衣机。他也怕一个冰箱不能让3女惊讶，女销售嘴角就要笑歪了。他这个月的销售业绩这就完成了。无奈回到家时已经中午，白雪在单位没回来，沙莉莉给他做了午饭，简单的煮面条，上面打了个鸡蛋。我刚才上楼看到货车卸家电，不知道谁家买了那么多冰箱、洗衣机。我买的，给你们1人配1台冰箱和1台洗衣机。你买的？丁，接收到来自沙莉莉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无奈心中一喜，上次的超级奖励是透视，不知道下次会是什么。而沙莉莉实在不敢信，一向抠门的房东竟然会给租客配家电。当初他租房时抗议过没冰箱，房东只甩给他一句愿意租就租，不愿意租去别家。如今这是怎么了？难道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想让他们记住他？无奈特意叮嘱沙莉莉别提前透露买家电的事。很快4台冰箱、洗衣机就运到楼上，2台放在于倩和白雪门口，用4台家电换半年寿命，在他看来血赚不亏。晚上，于倩和白雪看到门口突然出现的冰箱、洗衣机，果然双双露出惊讶神色。无奈顺利收获2次寿命奖励，白雪心里难受，觉得吴大爷都快不行了，还惦记着他们。于倩则更加坚定了用心照顾他的想法。吃完饭，于倩第一时间冲到无奈家想帮忙收拾，刚进门就撞见沙莉莉也在，2人一见面就针锋相对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别打吴大爷歪主意，我盯着你呢。怎么地？你怕我当了你大娘，抢你照顾吴大爷的机会啊？2人眼看就要吵起来，无奈赶紧抬手制止，让2人都回去休息。他第一次体会到女人多是非多的烦恼。半小时后，沙莉莉轻手轻脚来敲门，2人匆匆下楼打车，却没发现于倩放心不下，朝楼梯追了出来。远远看到2人打了辆出租车，他也打了辆车跟上去。沙莉莉，你真该死，竟然带吴大爷来这种地方。其实路上无奈已经和沙莉莉商量好，让她假装是自己闺女要工资，2人直奔狗哥办公室。你就算把你爹叫来，这钱我也不给。那是我闺女辛苦赚的钱，你凭啥扣着不给？他竟然问我凭啥？在这红浪漫，我说是啥就是啥。我活不了几天了，以前是炮工，就好玩个炸药，你不给钱，我就带着你这破酒吧一起上天。癌症晚期，老头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谁会拿癌症晚期开玩笑？当然，你可以赌一下，赌我不会把你这个破酒吧炸飞。老东西，你吓唬谁？我们狗哥可不是吓大的。你特么是卧底吧？想害死我？区4万块而已，狗哥也犯不上跟一个将死之人死磕。以后别再来红浪漫，带着你爹赶紧走。沙莉莉激动地过去抱起钱，她没想到老吴头一招就让对方乖乖拿钱。狗哥不好了，外面有个警察，说不把人交出来，就让我们吃不了兜着走。交什么人？
他说要找一个老头。瞬间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无奈身上。酒吧里可就他一个老头。你们竟然报警！害了，我几年前做的爆炸案被发现了，你们快帮我找地方藏藏。爆炸案，窝藏逃犯可是重罪，钱给你们了，赶紧走，别连累我。两人畅通无阻地走出办公室，刚到酒吧大厅，就看到焦急寻找的于倩。沙莉莉，你先离开这儿再说。三人快步走出酒吧，路上沙莉莉讲了要账经过，还把欠的房租和借款一并还给无奈。于倩又惊又气，惊讶吴大爷敢用这种险招，气沙莉莉带他来这种地方。无奈顺势又赚了2个月寿命。三人打车回小区，刚到门口就撞见一辆高档商务车，一名贵妇快步下车。女儿，我的倩倩，你怎么来了？跟妈回家吧，你爸不逼你嫁不喜欢的人了。老头，于倩竟然是富二代，你看那车，那保镖。吃瓜就吃瓜，别瞎嚷嚷。我不回去，以后我自己过。那你去家里别墅住，这破小区怎么能住人？我住哪不用你管，再不走，我让你们再也找不到我。这卡你拿着，钱随便花。不用，照顾好自己。老头，于倩到底啥家庭啊？也太有钱了。谁知道呢？没想到我的租客还是个富二代。回到家，无奈简单洗漱后拿起手机，张乐和陶大喜已经在等他。大爷，你去哪了？这么晚才上线？去酒吧了。我操！大爷这么吵，下次能带我们去不？你们重点是学习，瞎凑啥热闹？赶紧开一把，开完我要睡觉了。两人只好压下激动，开了一局游戏。第二天一早，白雪端来亲手做的馄饨馅饼。大爷，我今天休息，要陪你出去逛逛吗？对了，一会儿有朋友来。白雪还以为是其他老头来家里做客，还想多做些菜招待。上午9点多，张乐、陶大喜带着3名同学找上门。3名青年有些惊讶，原以为师傅只是岁数稍大，没想到都赶上他们爷爷了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赶紧开始吧。连接上无线网，5个青年立刻进入游戏。无奈今天不上手，就坐在旁边看，他要摸清每个人的实力。20分钟后，第1局结束。吴爷，我们打得怎么样？如果你们只是为了娱乐，足够了。如果想要打职业，我只能说差远了。张乐和陶大喜点头认可，另外3个青年表情不服气，毕竟被一个爷爷辈的人说打游戏不行，心里哪能服气？你休息一下，我和他们打一局。不露一手根本镇不住这几个愣头青。第2局快速开始，无奈走位丝滑，一路碾压，打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。11分钟就结束了战斗。3个青年看向无奈的眼神满是崇拜，他们爷爷除了看电视就是和老太太跳广场舞，哪能想到吴大爷玩游戏这么溜？大爷，我们想组成一个战队，请您当教练。没兴趣。我们可以给你工资，每月600块钱够干啥？但听到张乐说全国冠军有10万奖金，到时候上场露一手，3个女租客不得惊讶疯了？行吧，工资我就不要了，到时候奖金我们55分成。吴大爷，开下门，你朋友来，我帮忙冲了点茶水。 5个青年眼睛都直了，这比他们学校的校花好看多了。张乐接过托盘时，脸都红到了耳根。你们就是吴大爷的朋友？不敢，我们只是吴爷的晚辈。无奈看了看时间，快中午了，怕白雪知道打职业的事，赶紧赶人走。5人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。中午别做饭了，咱俩出去吃。好啊，我请你。跟我客气啥？今天我请。白雪天天给他做饭，好不容易出去吃一顿，怎么可能让他请客？2人来到附近的海鲜馆，跟着服务员走进大厅，一眼就看到沙丽丽正和个肥胖男人吃饭。沙姐不是去卖楼了吗？怎么在这里跟别人吃饭？ 换工作的是沙丽丽，不会骗我，应该是跟买房客户谈业务，坐他后面听听他们聊啥。2人趁沙丽丽没注意，悄悄坐到身后一桌，无奈让白雪随便点，不用客气，然后自己则侧耳倾听身后的交谈声。沙小姐，你们这房子价格不低，好几个售楼员都私下联系我，但我觉得你最顺眼，只要你答应我一个小要求，我立刻全款买。刘先生，请问你有什么要求呢？我不说，你应该也懂吧？就一次，我外加给你5000红包。这有你呀，一看就没安好心。他倒要看看沙丽丽怎么应对。刘先生，你尝尝这个虾，做的挺好吃。你答应我好不好？房子全款付，红包也得你。想占他便宜那是没门的，但他也不想放跑这只肥羊。那对不起了，刘先生，你去找别人买吧。他知道男人越得不到越心痒。果然，那姓刘的胖子见禽兽手段行不通，立马换上君子嘴脸。沙小姐别激动，我为刚才的冒昧道歉，我就是觉得你太漂亮，忍不住想跟你亲近。刘先生，请你记住，我不是随便的人。确实不是随便的人，随便起来不是人。欲擒故纵玩的真溜。眼看2人聊个没完，无奈心里盘算得帮沙丽丽一把，早点促成交易。他起身直接坐到沙丽丽那桌。丽丽，这么巧？沙丽丽一愣，刚想喊吴大爷，无奈及时打断。我儿子追求你那么长时间，你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？他是海归还是老板？哪点不让你满意？大爷，你儿子确实优秀，但不是我喜欢的类型。我喜欢身体偏胖一些的。刘胖子眼神立马发亮，身体偏胖，说的不就是他吗？他顿时觉得自己有戏。这位大爷，沙小姐既然对你儿子没兴趣，就别强求了，相处的讲缘分。这胖猪谁啊？你喜欢这样的？你怎么说话呢？
请您注意言辞，我和他的关系不用跟你说。好，好，好，没想到我儿子那么优秀，还能被人比下去。快点吃，吃完我们回去签合同付款。那房子我要定了。吴大爷，你临场发挥也太厉害了。两人吃饱喝足，溜溜达达往小区走。刚进小区，角落里突然窜出一道黑影，无奈还以为是野狗，抬脚就要踹，结果看清是赵桂芳。你有病吧？突然窜出来吓人。好啊，几天没见，你又换了一个狐狸精。无奈心里咯噔一下，白雪脸皮薄，可受不了这种骂。你有多远滚多远，在你眼里，漂亮女人都是狐狸精。大爷，别跟他一般见识，别气坏身子。还说他不是狐狸精，光天化日搂搂抱抱。给你脸了是吧？丁，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早知道抽他能得奖励，我早就动手了。白雪彻底惊呆了，心想吴大爷竟然又打人，上次在医院用鞋底抽人，这次直接扇巴掌，难道抽人还能上瘾？赵桂芳比白雪更惊讶，她今天是想找个借口原谅他，毕竟2条腿的男人好找，单身有钱没儿女的老头可不好找，一家的幸福还指望无奈呢。结果上来就挨了个结结实实的大逼斗。你竟然敢打我，你竟然为了他打我！来人呐，大家快来看呐，姓吴的为了一个烧杯打人了。又来这招，今天必须让你长长记性，否则以后没完没了。大爷冷静啊，打坏他没事，别气坏了你的身子。你打我，我要报警抓你。要不要我借你电话呀？白雪心里嘀咕，这场景似曾相识，上次医院胡家父子也是被打后要报警，结果被吴大爷拿捏得死死的，哪料赵桂芳直接伸出手。好，你把电话给我。无奈掏出老年机，佯装拨了几个号码，贴在耳边应付几声。我已经帮你报完警了，一会儿就来，你在这儿等着吧。说完，无奈拉着白雪就往单元楼里走。赵桂芳愣了几秒，才知道被忽悠了。她清楚自己不是无奈的对手，立刻往自家赶，必须回去搬救兵。你回家休息吧。赵桂芳那无赖性格，她太了解了，肯定还会上来找麻烦，不想让白雪牵扯进来。大爷没事吧？要不你去我屋躲躲。一个老娘们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一会儿如果听到吵闹声，你先别出来，直接打电话报警。咱们要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。白雪一脑门问号，法律的武器这词真不像吴大爷能说出来的，但还是乖乖回了自己家。大约1小时后，赵桂芳带着2个儿子气冲冲冲出来，这俩小子长得贼眉鼠眼，一看就是游手好闲的主。老吴头，赶紧开门，我们知道你在家，再不开门，把你家门拆了。拆什么拆？知道这门多少钱吗？拆坏了你们赔得起？小贱人呐！我妈说的狐狸精在哪儿？你们这样私闯民宅，我可报警了。你抽了我一个大嘴巴子，我还没报警呢。另一侧，白雪在房间里听到吴大爷的喊声，立马掏出手机报警。消息已经传递出去，无奈放心返回屋内。这兄弟俩，一个叫废物，一个叫废材，加上姓费，怪不得30多岁还没媳妇，这名字就透着一股窝囊劲。你们到底想干嘛？老家伙，老实坐下，否则对你不客气。无奈身体单薄，自然抵不过健壮的年轻人。废物关完门，回到沙发旁边，一左一右像哼哈二将，死死盯着无奈。老吴，我今天给你最后一个选择，要么跟我好，要么让我2个儿子打你一顿。无奈估算着警察还有几分钟到，必须激怒对方，让警察抓现行。想跟我好，不就是看中我的家产？赵桂芳，你以为自己是万人迷，想跟谁好就能跟谁好？你们也真够窝囊的，老大不小了，还要老妈出卖思想给你们搞钱。3人没想到都这境地了，无奈还敢出言辱骂，废物废材就要冲上来动手。住手！赵桂芳带儿子来是吓唬无奈，不是真要打人，真打了不但要赔钱，想跟无奈好的心思也泡汤了。废物兄弟不甘心的站到一旁，眼神依旧凶狠。赵桂芳反倒换了副温柔语气：老吴，那些年轻漂亮女人有什么好？还不是贪图你的钱？他们贪图我的钱，你也贪图我的钱，我为什么不选年轻漂亮的？嫌你这个老帮菜呢？这句话直接把赵桂芳噎得说不出话。就在这时，房门被急促的敲响。吴大爷，你没事吧？快开门呐！赶紧开门，我是辖区民警，再不开门我们就要破门了。赵桂芳和2个儿子愣住了，他们没见无奈报警，警察怎么就来了？还好他们还没有真的动手。你去开门。废材只能磨磨蹭蹭走过去开门。就在房门打开的一瞬间，无奈突然从沙发滑到地上。哎呀哎呀，我的腰疼死我了！吴大爷，你没事吧？后面3名警员快速将废材控制起来，接着冲进房间，又把懵逼的废物也按倒在地。跟我们没关系啊，是他自己坐到地上的。你们赶紧松开我儿子，他们没打人。警察哪会惯着，直接将3人一起控制住。警察同志，多亏你们来得及时，否则我这条老命就被他们折磨死了。你放屁，明明是你自己坐到地上的，我们什么时候碰过你？赵大妹子，我傻妈自己坐到地上，你因爱生恨，带着2个儿子私闯我家，强行把我控制起来，还对我进行殴打，这些警察同志都看到了，难道你还想狡辩？
赵桂芳被气得说不出话，现场情况一目了然。3名警察是接到报案，说有人私闯民宅，想要行凶伤人，才赶过来的。大爷，还是让这位姑娘送你去医院检查吧，我们先带人回派出所，过后还要找你做笔录。好，谢谢你们，我现在头疼腰疼浑身疼，必须做一个全面检查。你们把我和我儿子松开，他哪疼跟我们没关系啊！3名警员不理会他的胡扯，强行将3人押走。房间里只剩无奈和白雪，白雪再次朝无奈竖起大拇指。大爷，你是怎么想到的？太厉害了！什么怎么想到的？我受这么重的伤，你没看到吗？看到了，看到了。那咱们还去医院吗？必须去！敢带人来我家闹事，不让他们放点血怎么行吗？他刚才从沙发坐到地上有点懵了，此时屁股还真有些疼。在白雪的陪同下，2人去医院做了一大堆检查，全身查了一个遍，总共花了7000多。票据留好，等着赵桂芳一家给我报销。白雪抿嘴偷笑，可看到检查结果，笑容瞬间收了回去。吴大爷的检查单依旧显示病入膏肓，命不久矣。吴大爷，咱们现在回家吗？回什么家？好不容易碰到个帮忙付医药费的，我得在这儿多住几天，好好养养伤。他已经打定主意，这次必须把赵桂芳一家整服，否则接下来还会没完没了。想跟他纠缠，那就看看谁更厉害。下午4点，2名警察来医院给无奈做笔录，身后跟着一脸憋屈的赵桂芳。废物费才把责任全揽了，警方才放他出来，目的就是让他来求无奈写谅解书。来的路上，赵桂芳还盘算着要低声下气好好求情，结果一进病房就见无奈正和病友有说有笑。想到自己2个儿子还在派出所遭罪，他瞬间火气上头。姓吴的，你跟警察说清楚，是不是你自己摔地上的？我们招你惹你了，这么害我们？你们赶紧让他走吧，看到他我头疼。2名警员也没想到来和解的会闹成这样，当即警告再大声喧哗，就请赵桂芳出去了。赵桂芳这才意识到冲动没用，连忙换了副嘴脸。我保证不喊了，让我跟他再说2句就行。没等警员表态，他就冲到无奈病床边。老吴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求你跟警察说一声，把我2个儿子放出来吧。你们不是知道错，是知道怕了。我没本事让警察放人，一切走法律程序。赵桂芳吓得脸色惨白，他早就打听了，走正规程序，2个儿子起码判1、2年，留了案底更娶不上媳妇。他当即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拍着大腿嚎啕大哭。哎呀妈呀，这可让我孤儿寡母怎么活呀！这一哭2闹3上吊的戏码，无奈见了5、6次，早就免疫了，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受害者不想和你交流，请你先离开。难道你真不念旧情？他们差点就成你儿子了。别恶心我了，想要谅解也不是不行。你说啥要求我都答应，哪怕搬去你家住都行。白雪站在一旁直皱眉，这老妇为了儿子，连这种话都能说出口。第一，你和你那2个废物儿子以后离我远远的。第二，我的住院费、营养费、误工费你们全担。2名警员在后面点头，觉得这要求合情合理。可赵桂芳还想讨价还价。你自己摔的，凭啥让我们担？还有误工费，你都退休多少年了？没得谈就滚，咱们法庭见。赵桂芳怕真被告进去，2个儿子就彻底没指望了。好，我答应你。空口无凭，写保证书，再拿2万押金，1年内不纠缠我，押金再还你。赵桂芳还想闹，见无奈油盐不进，最后只能在警员监督下写了保证书，掏了1万赔偿和2万押金。废物废材虽获谅解减轻处罚，却还是得拘留半个月，打发走所有人。无奈让白雪也去忙，自己则躺在病床上休息，心里正琢磨着后续怎么让房客们惊讶。一名护士就走了进来。2号床该打针了。我没开药啊。你啥情况心里没数，不打针怎么行？无奈二话不说，下地穿鞋闪身一气呵成。护士以为他尿急，压根没往尿遁上想，毕竟没人会拿自己命开玩笑。无奈直接打车回了阳光小区。下班时间小区门口热闹，不少小贩扎堆。他下车时瞥见一个新来的卖菜刀小贩，家里菜刀刚好不能用了，便走过去询问：“这个多少钱？100。这个呢？100。愿意买就买，不愿意买赶紧走。”无奈皱眉打量，这小贩40多岁，身高不到1.7米，左耳只剩一半。见他盯着看，立刻低下头，用鸭舌帽挡脸。种种反常让无奈断定，这绝对不是普通小贩。他没再多问，放下菜刀，转身回家。电梯到9楼，无奈刚出来，就见白雪和一个陌生男人在走廊说话。吴大爷，你可回来了，这个人找你。你好，我叫韩高峰，想买你的房子。为啥偏买我的？这小区是拆迁房，卖房的人不少，对方偏偏找他，肯定有问题。因为爱情。白雪当场愣住，这理由也太离谱了，难道吴大爷还有隐藏的男性感情债？不卖，你去别人家问问。小区均价1万，你这房7、80平，我直接给200万。白雪瞪大眼睛，多花100多万买拆迁房，这人怕不是傻。不卖。丁，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白雪没想到给这么多钱都不卖，韩高峰也愣了。300万，这能买你4套了，我只要1套。无奈心里美滋滋，又攒了1年寿命，再得6次奖励就能拿超级大奖。房子可是他赚寿命的关键，卖了就少了租客，给再多钱也不换。这时电梯门又开了，于倩走出来，看到韩高峰脸色一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韩高峰尴尬挠头，他是于倩家安排的相亲对象，知道于倩躲这儿租房，就想买房送她讨好感，没想到房东油盐不进。我过来办点事。你们认识啊？那你劝劝他买别人家房子去，我不卖。立刻从我眼前消失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
倩倩，你别生气，我现在就走。于倩最讨厌别人叫她倩倩，一脸嫌恶看着她离开。走廊气氛有点僵，无奈打破沉默。晚上吃啥？可把我饿坏了。我以为你不回来，只煮了面条。面条挺好，走吧。吴大爷，谢谢你。租我的房，我就有义务保护你们。老子见过钱，可不吃用钱砸人这套。一句话把两女逗笑，三人一起去白雪家吃面条。于倩虽是富二代，却一点不矫情。白水煮面条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饭，白雪留下洗碗，无奈准备回家睡觉。于倩却跟了过来。吴大爷，对不起，今天给你添麻烦了。都是从年轻过来的，我都懂。2年前我有个警察男朋友，父母不同意，我们只能偷偷在一起。后来他牺牲了，抓捕逃犯时被捅了7刀。我发过誓，一定要抓住那个杀人犯。我相信你一定行。送走一切，无奈倒头就睡。第二天敲门声吵醒的，以为是白雪送早饭，开门却见沙莉莉穿着一身超短裙职业装。你在酒吧穿这一身，肯定能吸引不少禽兽。我也想穿保守点，可单位不让。以前这时候他刚下班，现在正准备去售楼部上班。他已经从黑暗走到阳光下，这也是一种进步。不是来给我分红的。昨天他帮沙莉莉摆平大客户，按说该有好处。分红月末才下来，今天带你去散心。我们售楼部找人排队买房，一天给100块，管3顿饭，这种好事我第一个想到你。无奈心里吐槽，这不就是让他当托吗？以前的吴大爷可能会乐意，但现在的他可看不上这3瓜俩枣的。今天还请了女团，穿超短裙跳舞，你不想看看？你把我当啥人？你有困难，大爷肯定得帮你占场子。快走快走，别耽误吃早饭。两人打车到售楼部，现场已经聚了上百人。售楼小姐都和沙莉莉一样，穿女士西装配超短裙丝袜，无奈眼睛都看直了，心想售楼小姐都这么亮眼，女团肯定更带劲。很快，沙莉莉给他找了个靠前的位置。老头，别血压太高昏过去啊！早有准备。高，我去忙了，争取多卖2套房。他今天主要任务是卖房，只有成交才有收入。无奈刚坐下，身旁一个60多岁的老头主动搭话：“你也是被女儿拉来充数的。”我也是，孩子说有攒劲的节目，孝心可嘉。无奈心里吐槽，拉老爹来看女团跳舞，也不怕孩子他妈削你。你充数一天多少钱？100。人和人不一样，你能拿100不错了。你呢？保密。无奈琢磨这里面肯定有猫腻，难道沙莉莉从中间抽成呢？但这位置离舞台近，走了可惜。决定看完表演再问。主持人上台哔哩吧啦说一堆，还宣布表演结束后抽奖，1等奖 SUV 豪华轿车，2等奖是豪华3日游。无奈压根没兴趣，这种抽奖都是内定，1等奖小票说不定都没进抽奖箱。主持人下台，万众期待的女团终于登场，平均年龄48，手里拿着粉色大扇子，一上台就扭起了大秧歌。这就是性感女团，分明是广场舞大妈。旁边的老头看得津津有味，无奈却坐不住了，起身就去找沙莉莉。现在走可没100块了，我去尿尿。自己啥身份不知道，还跟我比出场费。无奈找到沙莉莉时，他正在招待客户，只好在旁边等。老头，怎么不看美女跳舞了？哪来的美女？都是美女他妈！你还想看20多岁的？不然我带着玩意儿干啥？再等等，马上开饭了。有人说充场费不是100，是不是你们主管抽成了？跟他说话的就是我们主管，肯定是他吞了一部分。无奈心里了然，只要不是沙莉莉搞鬼，其他无所谓。那你忙吧，我回去了。这是5等奖奖券，一会儿假装抽一下，能拿1袋大米。无奈心里有数，抽奖都是内定，来都来了，拿袋大米也不亏，便回到座位。老头看到他回来，微微一笑，右手握拳紧紧攥着。无奈开启透视，看到里面藏着一张纸条，想来是主管送的，就是不知道是几等奖。耐着性子看了20分钟秧歌，女团谢幕，主持人带着沙莉莉上台。激动人心的抽奖时刻到了，看看谁能中大奖。抽奖从第1排开始，无奈跟在主管老爹身后。第1个人中了纪念奖水杯，第2人是谢谢参与。轮到主管老爹时，他装出天真无邪的样子，把右拳伸进抽奖箱，本想装着搅拌一下，手掌却没握紧，手里的纸条掉了出去，混进了其他奖券里。无奈开着透视眼盯着抽奖箱，本想看看对方怎么弄虚作假，结果撞见搞笑一幕，主管老爹的1等奖奖券不小心掉进去，这会儿正慌慌张张在箱子里乱摸，足足摸了2分钟都没找到。大爷，速度可以快一些。老头没办法，随便抓了一张抽出来。台下的女主管还以为老爹演的逼真，那可是他陪老总折腾了好几天才换来的唯一1等奖。大爷中的是纪念奖，奖品水杯1个。主管和他爹脑袋同时嗡的一声，1等奖咋没了？主管脸色发青，想叫停抽奖，可无奈已经上前把手伸进了箱子，他只能硬等。无奈透视眼一扫，轻松找到那张掉落的1等奖券，随手抽出来递给主持人。沙莉莉还等着看他中5等奖，下一秒就听见主持人高声报喜：恭喜这位大爷喜中我们的1等奖。
这一等奖是价值40万的豪华 SUV， 台下没人鼓掌，全是演技的目光。丁，接收到来自沙莉莉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5等奖咋变成1等奖了？主管急了，让老爹老实待着，自己凑到无奈面前。大爷恭喜中奖，其实我们根本没是1等奖，给你2000块补偿怎么样？说着掏出现金想换奖券，无奈掏出新买的智能手机，调出录像对准他。麻烦你再说说，是没1等奖，想用2000块打发我？大爷，中奖的事我们在讨论，一会儿跟你沟通。无奈看着剩下的人抽完奖，2等奖压根没出现。主持人宣布抽奖结束。老头，1等奖咋回事？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无奈话音刚落，主管就气冲冲的过来了。沙莉莉，这是你领来的人，让他把1等奖取消，要么拿2000块，不然你别在这儿干了。抽奖是凭本事抽的，凭啥取消？他1个月工资才多少？40万的车哪能说没就没？无奈掏出还在录像的手机晃了晃。丽丽，你看我这录的清不清楚？丁，接收到来自沙莉莉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主管，手机是吴大爷的，我没权利删，你愿意开除我，我现在就不干了。别冲动，工作不好找，咱们有证据。该害怕的是他，你要是丢了工作，咱们就把视频发给总部，看谁先滚蛋。女主管听得脸色铁青，这时他爹也冲了过来。老伙计，那张奖券是我不小心掉进去的，还给我。爹，你别乱说话。老伙计，说话的讲规矩，你拿啥证明奖券是你的？姑娘，你跟经理要的奖券，让他来证明。主管只觉天旋地转，现场有总部领导，这要是败露，他和经理都得遭殃。没等他解释，一名领导模样的人走过来询问，正是总公司来监督的曹总。曹总，1等奖奖券是你给我姑娘的吧？你跟他说这是我的。你需要解释，但不是现在，奖品立刻按结果发放，你下午去总公司如实汇报。无奈都不用拿录像证据了，顺顺利利上台领了 SUV 钥匙，新车就停在停车场。你会开车吗？会啊。沙莉莉陪着无奈办完手续，下午一起去车管所上牌。对你工作没影响吧？那狗屁主管以后能不能回来都不一定，他从第1天就针对我，今天可算出了口恶气。两人忙到晚上才回小区，路过大门时，无奈又看到那个卖菜刀的男人，其他摊位都有人光顾，就他那儿空无一人，眼神鬼祟地盯着进出住户，像是在找什么人。吱嘎一声刹车，沙莉莉突然停车，看窗外，于倩正从一辆车上下来，那卖菜刀的男人目光死死锁定她，直到于倩走到 SUV 旁边都没移开。哎呦喂，打车回来的，这年月谁还没辆私家车呀？你傍上大款了，还是借的车？累死你也猜不着，让某些人走路回家吧。无奈一直盯着后视镜里的卖菜刀男人，直到对方消失才收回目光。无奈心里盘算，这事儿得跟于倩提一句。大爷，跟你商量个事呗。不行，车和女人概不外借。小气鬼，要不是我带你去，你能抽到1等奖啊？这趟售楼部之行从沙莉莉身上赚了2次寿命，无奈心情属实不错。下月房租给你免1半，够意思了吧？嘿嘿，大爷，你真好。我不好，钱好。无奈说着，和刚好上楼的于倩撞个正着，两女互相瞪了个白眼。无奈让沙莉莉先回家，把于倩叫进自己屋。吴大爷有什么事？你进小区没觉得异常吗？这2天总感觉有人盯着我，但没发现是谁。很快，无奈把卖菜刀男人的情况说了一遍。作为警察的于倩立马觉察到了不对劲。我先出去找找。我跟你一起去吧。放心吧，光天化日我没事，别忘了我的身份。10几分钟后，于倩又回来了，说是摊位已经走了，还让无奈形容下对方的长相。40多岁，戴口罩帽子，左耳少了1块。大爷，你说什么？于倩的反应让无奈意外，细问下才知道，她牺牲的前男友临死前咬掉了凶手半只左耳。这卖菜刀的男人大概率就是凶手。无奈只能祝他好运，返回屋里查看系统，死亡倒计时已经涨到600天，再获4次奖励就能拿超级大礼包了。刚放下手机，张乐的求救电话就打了进来。大爷救命啊！我和陶大喜要被学校开除了。原来两人昨天翘课在宿舍玩游戏，忘了重要考试，被教导主任堵个正着，非要开除他们，还让叫家长。大爷，你一定要帮我们，不然我们会被打死的。方海大学是吧？明天早上我过去。谢谢大爷，要不大爷，咱们现在玩一局。都要被开除了还玩，心真大。第2天，吃过白雪做的早饭，无奈打车直奔方海大学校门口。张乐和陶大喜灰头土脸地蹲在路边，见到无奈立马起身。吴大爷，吴大爷，早就跟你们说游戏只能当娱乐，非要打职业，现在好了吧？两人不敢反驳，无奈训斥了几句，就带着2人直奔教务处。王主任，我爷来了。你爷来了也没用，严重违纪，必须处罚。无奈拽着陶大喜走进屋，没等王主任说话，先冲2个小子喊：“给我跪下，给王主任磕头认错。”张乐反应快，愣了一下，立马就要下跪。王主任急忙拉住张乐：“张乐他也，孩子犯错不至于下跪。既然你不忍刑罚，我他妈抽死这俩兔崽子，养不教父之过。孙犯错也发漏，反正也不用上学了。爷爷，我不敢了，别打了。
爷爷，我不敢了，别打了。大爷，没那么严重，处罚还没确定，我就是气他们不懂事。你不是说要开除他们？就是气话，他们知道错了就好，不开除，但记过免不了。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，无奈松了口气，刚要起身告辞，突然捂住肚子，不行了，太疼了。大爷，你怎么了？我们先送爷爷去医院。救护车赶到后，张乐和陶大喜陪着无奈往医院赶。到了市医院，无奈直接被拉进抢救室。张乐翻遍他的手机通讯录，没找到家人联系方式，只能拨通备注丫头的号码，正是白雪。喂，大爷怎么了？你是吴大爷亲属吗？他在市医院急救室，快不行了。白雪手里的盘子掉在地上，昨天还好好的吴大爷怎么突然就病危了？他所在的医院不是市医院，连忙跟护士长请假，一边哭一边给于倩、沙丽丽打电话，说一路走好，计划怕是要提前结束，让两人赶紧去市医院会合。沙丽丽和于倩不敢耽搁，立马请假往医院赶。抢救室里，医生询问哪里疼，无奈只觉得腹部剧痛，可系统显示死亡倒计时还有1000多天，这哪像是要嘎的样子？经过初步诊断，竟是肾结石。拍片确认后，直接被推进手术室。碎石三女赶到急救室时，床位空无一人。医生，人呢？吴大爷去哪了？人已经走了。大爷，你怎么不等等我们就走了？老头，我还没跟你出够呢，你怎么就死了？昨天他还帮我发现仇人线索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哭啥？老爷子肾结石去做碎石手术了，至于这么大惊小怪吗？你特么说话不能一下说完，想吓死谁？知不知道这样会吓死人啊？碎石科室在哪？3楼。他从没见过这么火辣的3个姑娘，幸好对方急着看病人，否则真要被锤一顿。三女风风火火冲到3楼，碎石室外的张乐、陶大喜一眼认出白雪。吴大爷呢？他怎么样了？在里面呢。里面在治疗，进去会打扰医生。谁给我打的电话？还说吴大爷不行了？姐姐，是我打的。你是要吓死我们吗？张乐挠着头，一脸无辜。碎石手术很顺利，无奈出来时已经不疼了，跟正常人没两样。你们怎么都来了？还不是这2个小子说你不行了，我们来送你最后一程。行了，你们俩先回学校，事情解决了。张乐、陶大喜连连鞠躬，仓皇跑路，被3个美女虎视眈眈盯着，实在顶不住。吴大爷，我送你回去。说完，互相看了一眼，没想到这么有默契。这时沙丽丽的手机响了，她接起电话：“小姐，你订的花圈送到哪里？”“那个花圈不是给我订的吧？”沙丽丽面露尴尬，赶紧打发走送花圈的。3女也各自回去上班，无奈独自打车回家，猛灌几大杯矿泉水。医生叮嘱肾结石要多喝水，喝得她眼冒金星。妈的，谁能想到我还能得肾结石？躺到床上休息到下午5点，身体总算恢复，还差4次奖励就能拿超级大奖。他琢磨着怎么让3女惊讶，这次住院是惊吓不算，得另想办法。突然想到门口卖菜刀的男人，今天于倩应该有抓捕部署，或许能从他身上赚奖励。无奈在厨房找了根手臂粗的擀面杖藏在衣服里，出门下楼，电梯钉的打开，1楼门口站着个高大身影，正是卖菜刀的男人。对方戴着鸭舌帽，低着头和他擦肩而过，走进电梯。无奈咽了咽口水，没跟着进去，盯着电梯楼层数5、6，直到停在9楼。你妹啊，果然是跟着于倩来的。无奈急忙掏出手机给于倩打电话，响了7、8声才接通。电话那头很嘈杂：“大爷怎么了？我们在小区门口蹲守，今天那卖菜刀的没来。”“别等了，他在咱们楼上，我刚坐电梯碰到他了。”“大爷你别轻举妄动，我们马上上来。”电梯又开始下行，到1楼打开时，男人竟然在里面。他没在9楼停留，要是让他跑了，于倩又得错过抓捕机会。无奈心一横，直接朝男人身上撞过去。哎呀，你这年轻人走路不睁眼睛啊！是你自己撞到我身上的。什么叫我撞你？你讲不讲道理？让街坊4邻评理。无奈顺势躺到地上，挡住电梯口。他都没想到有一天会用赵桂芳的撒泼招数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赔钱，不然我立刻报警。看到男人手摸向后腰，无奈心里咯噔一下，暗道一声不好。妈的，这货想杀人灭口不成？50就50块钱，少1分都不行。你只要50。见对方手从身后拿出来，无奈松了口气。男人掏出100块扔到他身上，给你100，赶紧让开。现在假超多，我得看看。这时单元门外传来凌乱的脚步声。你们俩在楼下堵着，我和小张上去抓人。男人见状，抬腿想从无奈身上跨过去，无奈顺势抱住他的大腿。你有没有公德心？从人身上跨过去不长个？你都要入土了，还在乎长不长个？男人用力挣脱开，猛地向单元门跑，刚好和冲进来的于倩撞个正着。快抓住他！撞了老人想跑。于倩和小张立刻上前纠缠，没想到男人身手极好，3两下就把2人踹开。无奈心里一惊，他幸亏没上手，不然这老骨头不够他一脚踹的。男人冲出单元门，门外另外2名警员上前阻拦，他突然从后腰掏出一把长刀，小心！噗的一声，长刀直接捅进一名警员腹部。于倩和小张急忙起身帮忙，男人用受伤警员的身体撞开2人，趁机落荒而逃。小张留下照顾同事，小李跟我追。小张捂住同事伤口，赶紧呼叫支援。无奈目睹了全程，他更担心追出去的于倩，凶手手段太残忍，怕2人吃亏。好在几分钟后，于倩和小李返回，表情难看，显然没追上。救护车很快赶到，你跟着去医院，局里支援马上到，我们继续抓捕。大爷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我没事，你们忙吧，我上楼了。凶手反侦查能力强，身
身手又好，跑了就难抓了。好在他没暴露自己是帮警方的，不然以后出门都得提心吊胆。晚上，白雪端着排骨汤过来了。吴大爷，今天楼下好多警察，我还看到于姐了，出什么事了？无奈没多解释，怕单纯的白雪担心。沙莉莉也凑过来蹭饭。老头，今天听说你不行了，可吓死我了。我死了不好吗？你们继续住，还不用交房租。那可不行，你好好活着，要不以后也不收我们房租了。不可能，我还指望房租养老呢。两女被他逗笑，直到吃完饭，于倩都没回来。张乐和陶大喜因为被记大过，也不敢喊他打游戏，无奈早早便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于倩上班前来看他。大爷，嫌犯还是没抓到。对方手段残忍，抓捕时注意安全。我会的。于倩走后，无奈反锁房门，特殊时期还是老实在家苟着好。上午10点多，敲门声响起，无奈开启透视眼，看到是楼下邻居老刘。什么事直接说，不方便开门。听说昨晚你们单元出事了，过来打听打听。啊，原来是来听八卦的。不知道，我要睡觉，你赶紧走。多大岁数还睡这么多？等死了，睡个够。无奈刚要回卧室，就听到外面有男人跟老刘搭话。大爷，你知道这层有个警察住哪个屋吗？你说的是老吴的租客小鱼吧？他刚好在家，你问他。无奈心里一声卧槽，和老刘说话的正是那个卖菜刀的男人。老刘还指着他的房门，这老头真是坑人没够。要是被对方认出自己，肯定会联想到昨天的阻拦。无奈赶紧掏出手机给于倩打电话，可一直没人接。男人轻轻敲了敲门，老刘还没走，在旁边帮腔：“老吴，你开门呐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？特么捅你几刀你就知道什么是礼貌了。我没穿衣服，有话直接说。我是于倩的朋友，想问她租的哪间房？她住在912，你不会打电话问她？他故意说真是房间号，就是想拖延时间等警察来。对方问房号，肯定没安好心。谢谢大爷。又跟老刘谢了两句。老刘讽刺完无奈小姐，就去坐电梯了。男人等老刘走后，快速跑到912门口，从兜里掏出工具，蹲下身捅过2下，房门竟然被撬开了。看来得赶紧把所有门换成指纹锁。这时手机终于响了，是于倩打来的。大爷，我们接到报警，那个卖菜刀的又出现了，是你报的吗？除了我还有谁？我把你房间号告诉他了，他已经撬开门进去了。丁，接收到来自于倩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吴大爷，你赶紧反锁房门，我们马上到。话没说完，912的房门突然打开，男人从里面走了出来。他从你房间出来了，正在等电梯。大爷，你冷静，我们会抓到他的。还差3次奖励就能拿超级大奖，无奈不想错过，他挂断电话，又拨通老刘的号码。楼上楼下的，打什么电话？刚才那个人是小偷，从小鱼家偷了好几千，你快找老伙计拦住他。小鱼可是警察，抓住有奖励。我现在下去。挂断电话，无奈心里叹气：老刘啊老刘，麻烦是你惹的，你先顶一会儿。这会儿老刘正在和几个老头闲聊，一听有奖励，立刻招呼几人：快，跟我去抓小偷！4个加起来快300岁的老头晃晃悠悠往单元门赶，无奈也拎着擀面杖坐另一趟电梯下楼。今天要么男人进监狱，要么老刘进医院。电梯门打开，就听到单元门外骂声一片，无奈冲出去，看到老刘摔在花坛里，另外3个老头正拉扯着男人的衣服，他从背后冲上去，抡起擀面杖对着男人脑袋崩的砸了一下，男人趔趄2步趴倒在地，无奈顺势坐到他背上，先把他身上的长刀抽出来扔到一边。3个老头看到刀，吓得不敢动了。一把年纪了，怕鸡毛。3人这才赶上前帮忙控制住男人。于倩等人的警车赶到，他一眼看到坐在男人身上的无奈，警员们一拥而上，给男人戴上手铐。丁，接收到来自于倩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老家伙，你敢阴我？这叫正义的手段，不叫阴。哎呦哎呦！花坛里传来老刘的惨叫声，众人这才发现，2名警员赶紧把他拽了出来。姓吴的，你想坑死我？能抓到人，老刘你出力最大，银钱可得好好表扬他。谢谢您大爷，我们会向局里请示给您颁发奖励。老刘一听有奖励，瞬间腰不酸腿不疼了。我想问一下，能奖励多少钱？奖励多少钱不是于倩说的算的，不过几位大爷的壮举一定会得到奖励。说完，众警员将男人押入警车，凶手被成功抓捕，正是杀害于倩前男友的真凶。当夜于倩买了啤酒，把自己关在屋里大醉一场，连无奈敲门都没开。吴大爷，你说于姐不会出事吧？积压多年的仇恨总算了了，让她好好放松下。你最近咋样？看你一脸春心荡漾的。没有，就是医院有个医生追我，我还没同意呢。啊，你也看上人家了？我还不想谈恋爱，就是觉得挺突然的。无奈心里门清，白雪最感性，最容易触发惊讶奖励，当即拍板。明天我去医院帮你把关，看看这医生靠谱不？丁，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无奈暗爽，这奖励来的也太容易了，白雪真是福星。第2天，无奈跟着白雪去了医院，特意挂了全身检查的号装样子，到了医生办公室门口。就是里面的曹医生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无奈推门进去，果然认出这医生，正是他穿越来时给他出诊断书的曹军。当初就看见他和女护士眉来眼去，典型的花心大萝卜。大爷，怎么是你？你这情况怎么还能出门？怎么，你以为我早该没了？我不是那意思，你是来做检查的。本来想做，现在没必要了。你这医生不规矩，刚才竟然摸我屁股。
丁，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，累计获得2年寿命。开启超级大礼包诚实之口，使用诚实之口询问他人问题，对方必定诚实回答。无奈惊呆了，这技能也太逆天了。刚走到门口，白雪就凑了过来。你真的喜欢白雪？当然不喜欢，我就是想和他玩玩。话音刚落，曹军和白雪都愣了。曹军一脸的慌张，急忙改口：“我是真心喜欢白雪的，我发誓。”那你还喜欢谁？小姐、小黄、文文，他们都是我们护士科的。白雪说完，转身就跑。曹军想追，却被无奈拦住了。你给我站住！以后离白雪远点，不然我让你在医院丢尽脸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我控制不住自己的嘴？我是正义的使者，光明的化身，白雪的保护神。安抚好红着眼眶的白雪，无奈拒绝了他送自己的提议，独自走出医院。他打了个车，直奔售楼部。新技能不用白不用，正好去给沙莉莉添把力。无奈走进售楼部，就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吵吵嚷嚷。挤进人群一看，沙莉莉正和之前的女主管孟红对峙。你不承认错误，这个月奖金提成全扣。又不是我的错，你就是公报私仇，人家本来就没想买房子，算什么准客户？丽丽，你就认个错吧，他和经理关系好，你斗不过他的。大不了老娘不干了，也不受这窝囊气。沙莉莉梗着脖子，一副无所谓的样子。看到无奈来了，突然眼睛一亮：“老头，你怎么来了？就是这女人惯的毛病。用不用我帮忙？还是我自己来吧，大不了不干了。”正说着，孟红领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走过来，正是售楼部经理白经理。白经理，沙莉莉把准客户谈崩了，还不认错，非要让你亲自下令处罚。怎么跟主管说话呢？单凭你这态度，我就有理由扣你工资。你别说话，看我的！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小三啊！周围的女销售集体惊呼，跟吃到天大的瓜一样。你疯了？这能随便说吗？丁，接收到来自沙莉莉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吴大爷，你咋一问，他就把实话都说了？你老婆知道这件事吗？怎么能让他知道？那个母老虎知道还不打死我？女销售们再次惊呼，白经理自己也慌了，怎么对方问啥他说啥？都笑什么？赶紧去工作！等销售们散去，白经理盯着无奈，眼神里全是惊恐。他听说有种蛊能让人问啥答啥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不是中蛊了？白经理，就是他上次抽走了我爹的1等奖。白经理这才顾不上中蛊的事，眼前这老头可是高人，连忙换了副笑脸。这位大爷，咱们有什么话进办公室再说吧。那我们家丽丽的罚款？什么罚款？沙莉莉没犯错，谁敢罚她？白经理，你怎么回事？吴大爷，你也太牛了！打发了沙莉莉去工作，无奈跟着白经理进了办公室。大爷，不，高人大师，一切都是孟红那个臭女人惹的祸，跟我没关系。知道，以后别针对丽丽就行。我一会儿就让孟红滚蛋，让丽丽当主管。大师，你能不能把我身上的蛊解开？你小子倒是有点见识，不过这件事不能传出去。他开启透视眼，瞥见孟红正贴在门上偷听，门外有人偷听，去把门打开。这么严的门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蹑手蹑脚走过去一拽，孟红站立不稳摔了进来。白经理，我赶紧滚出去！再敢偷听，我饶不了你！孟红灰溜溜逃走，白经理突然跪倒在地，一脸的虔诚。大师，高人，我服了，求你放过我吧。好了，蛊虫已经去掉了，谢谢大师开恩。大师，你还缺弟子吗？我拜你为师。不行，你资质太平庸。不过只要你对沙莉莉好，以后还有机会。你放心，我拿莉莉当亲妹妹，绝对不亏待她。那我走了，孟红那女人赶紧处理了，别再惹麻烦。放心吧，大师，以后常来玩啊。走到大厅，沙莉莉连忙迎上来，好好干。我跟你们经理说了，以后你就是主管。丁，接收到来自沙莉莉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大爷说的对，莉莉以后你就是主管，有困难尽管找我。刚走出售楼部，无奈的手机就响了，是于倩打来的。大爷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想请你去单位食堂吃顿饭。就食堂啊，有啥事直说吧。还是凶手的事，他拒不配合，我们想让你过来协助做笔录，说不定你能劝他交代。行，我现在就打车过去。无奈正愁没机会刷奖励呢，机会这不就来了吗？到了市局，两人先在食堂吃了简单的员工餐。凶手认罪了吗？你们想审出啥？没认罪，我们想知道他一共杀了几个人，尸体埋在哪儿。一会儿让我见见他，我试试劝劝。于队，他还是啥都不说。老东西，给我机会，我一定杀了你！给我安静点！你已经被抓住了，老实交代杀害了多少人吧？杀了7个。丁，接收到来自于倩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这就问出来了。2名警员也懵了，他们审了1天1夜，对方啥都不肯说。大爷随口一问就招了，尸体都藏在哪儿？详细说说。男人嘴不受控，挨个报地址。等男人报完7个地址，于倩立刻让小张带人去核实。老家伙，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杀了你！好好配合吧，争取下辈子做个好人。大爷，谢谢你，回头给你买好吃的，我找人送你回去吧。不用，你们忙吧，我自己回去。等回到家，无奈踏踏实实睡了个下午觉，刚醒就听到咣咣的敲门声。沙莉莉提着2个打包盒闯了进来。大爷，我给你带酒菜了，谢谢你帮我当主管。你差点把我敲得提前上路，还带的剩菜。这是我请大家吃饭剩下的，好东西都给你留着呢。正说着，敲门声又响了，是白雪拎着打包盒过来了。大爷，我给你送晚饭，都是新鲜做的养生粥。你带的能有我这牛肉饺子好。
大爷身体不好，不能吃太油腻的。无奈的咂了咂嘴，他知道这些对身体好，可他还是想吃牛肉啊。没什么事，你们就都先回去吧，我自己吃饭就行。白雪还想感谢吴大爷帮他看透人面兽心的医生，沙莉莉也想感谢无奈今天帮他解决麻烦，当上了主管。你先回去吧，一会儿我帮大爷洗澡，哄他睡觉。不行，万一你占吴大爷便宜呢？要洗也是我给他洗。无奈表情古怪，他真想问问两女说的是不是真的，要不然一个人洗1天也行啊。你给男人洗过澡吗？你见过男人身体什么样吗？这可撞到白雪的专业上。身为护士，她什么没见过？我见过的男人身体比你见过的人都多，我摸过的男人身体比你见过的人都多。到底谁给我洗？不是，听听你们说的是什么虎狼之词，哪里像20多岁小姑娘？把两女轰走后，无奈一边喝养生粥，一边吃卤牛肉。刚吃饱，躺到床上，手机就响了，是张乐打来的。吴大爷，这礼拜天线下比赛，我们想明天去你家训练，争取拿下次冠军。行，明天你们过来吧，奖金也有我的一份呢。第二天清晨，带着一身疲惫的于倩刚回小区，第一时间就扎进了无奈家。大爷，尸体全找到了，谁都没想到那家伙杀了7个，多亏了你，这案子才能结得这么快。举手之劳，好歹没让凶手跑了。对了，大爷，局里现在都传你是审讯传奇，能不能给警员们上课，传授点秘籍？无奈脑门上瞬间冒出3个大问号，他哪有什么秘籍，全靠系统化。这要是开课，3句话就得露馅。嗨，我那都是真心换真心，讲课就算了，以后有搞不定的，我去搭把手就行。别啊，大爷，您现在是局里的传奇，大家都想取经呢。真不行，纯属瞎猫碰到死耗子，误人子弟可不好。那大爷你可别反悔，以后少不了麻烦你。放心，只要对方嘴巴能动，我保准问出实话。无奈心里暗爽，这不又是赚寿命的好机会。送走于倩没半小时，张乐5人顶着清一色熊猫眼冲了进来，一看就是熬夜没睡。无奈扫了眼几人蔫蔫的架势，就知道没吃早饭。那谁去楼下买早餐？谁勤快谁去。我去，吴爷等着。没一会儿，陶大喜拎着2大兜子包子回来。吴爷，100个包子，1块钱1个，便宜又管饱。无奈服了，这是要把早饭、午饭、晚饭一锅端啊！半小时后，震惊的一幕发生：5个小子风卷残云，干掉98个。无奈自己只啃了2。你们是多少天没吃饭了？主要是包子太香，吴爷放心，夺冠后包子钱从奖金里扣。是冠军才5000奖金，照着吃法都不够他们造2顿的。吃饱了赶紧练，别浪费时间。无奈站在身后现场指导，不知不觉到了中午，5人肚子集体咕噜叫，那声音比游戏音效还响。还愣着再去买100个，我怕你们饿极了把我吃了。阿姨，我们不饿。其他人也跟着点头，脸上写满想吃却不好意思。还不饿，肚子叫的隔壁都听见了。张乐拎着钱就跑，100个包子买回来，又是一顿狼吞虎咽。无奈提前抢了3个，不然连渣都捞不着。吴爷，明天比赛在体育馆，跟我们一起去吧，有你在我们更稳。无奈想了想，自己明天确实没别的事，天天让3女惊讶也不行，万一免疫了就麻烦了，得让他们平静2天。行，明天去给你们坐镇。5人举着包子欢呼，差点把桌子掀了，练到下午下班。无奈怕3女知道他在站队，赶紧赶人走。开滚，省得我管晚饭。晚上，沙莉莉拎着浴筐闯进来，无奈一看这阵仗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这是要兑现给他洗澡的承诺来了？丽丽，你这是要干啥？洗澡啊，我房间淋浴头坏了。你自己洗啊。结果水声太大，沙莉莉压根没听见，这澡一洗就是1小时。大爷，我热水器也坏了，明天帮我修修呗。行，把备用钥匙留下，明天一起换指纹锁。这穿着在眼前晃，纯属折磨人。沙莉莉刚开门就撞见送饭的白雪。我说到做到，下次该你给大爷洗澡了，别光说不练啊。洗就洗。白雪是真单纯，沙莉莉说啥信啥，压根没注意无奈身上干干爽爽。大爷，下次你想洗澡，我帮你。大爷还没到生活不能自理的地步，不用你们帮忙。那他怎么说给你洗了？他就是忽悠你呢，没看我身上都没湿。白雪恍然大悟，暗骂一声混蛋，然后乖乖交出备用钥匙。换锁这种常规操作赚不到奖励，无奈也不急，来日方长。你于姐回来了吗？没有，于姐这几天忙得脚不沾地。换锁得换全套，于倩的钥匙也得要。无奈吃着白雪做的饭，心里盘算着，小丫头天天送饭太辛苦，找个保姆刚好。要是假装找老伴，3女指定惊讶，这不又能赚寿命？大爷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等了一晚上，于倩也没回来。第二天睡醒又敲了敲于倩房门，还是没人，看来是通宵办案了。刚收起手，手机收到张乐短信，就2字：速来。无奈打车直奔体育场，7点40分就到了。现场来了上千人，全是年轻人，看到无奈都以为是陪孩子来的。吴爷，张乐5人穿着统一队服跑过来，看起来精气神十足。无奈早查过，64支队伍要连胜5场才能夺冠，容错率为0。加油，拿了冠军，晚上大爷请你们吃好的。几人刚来到了后台，方海大学另一组队伍凑过来挑衅，领头的是富2代马峰。这裤衣服5块钱批发的吧？冠军是我们的，别做梦了。张乐等人脸色瞬间难看，对方是他们最大劲敌。马峰别吹牛逼，到时候别被我们打哭。那就决赛见吧，希望你们能挺到那时候。对方就是搞心态的，你们目标是全国冠军，犯不着生气。
5月贺队。8点抽签开始，第一场张乐队打得顺风顺水，最先结束战斗。冷静点，胜不骄败不馁。无奈说完自己都愣了，怎么越来越有大爷范了？明明心里才20多岁。接下来2场，张乐队稳扎稳打，而马蜂队也轻松晋级。2万块，你们认输，钱现在就给你们，省冠军也就这数。去你妹的，谁缺你那2万？我们要的是冠军，你的臭钱自己留着。不知好歹，等着瞧。这孙子肯定没安好心。比赛上赢他就行。第4场比赛，对手实力不俗，张乐队鏖战近30分钟才险胜，5人激动地抱在一起。他们再赢一场就是冠军，而马蜂队也顺利晋级。主持人宣布决赛下午2点开始。无奈看了眼时间，11点了，决定领着5人去吃自助餐，反正他们能吃回本，省得点菜麻烦。一听要吃自助，几个大小伙子一阵的欢呼庆祝，只有一个人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我就不去了，我爸我妈中午要带我去吃饭，就在附近，下午绝不迟到。”去吧，别耽误比赛就行。很快，无奈在附近找了一家自助餐，看着他们狂吃的架势，无奈一阵的羡慕，心想还是小伙子的身体抗造，自己吃2口就饱了，还想上厕所，真是人老屁股松，干啥啥不中。吃完饭回去加练，直到1点半，狗子才姗姗来迟。总决赛打响 ，MLB 战队对阵 BMW 战队。2队上台后，马蜂看着张乐，坏笑藏都藏不住。比赛开始选人，张乐突然一阵惊呼：“我操，狗子你怎么选刺客？”团队里一直是张乐玩刺客，狗子玩射手，比赛还不能换手机。对不起，我点错了。没事，我选射手，照样能赢。无奈看这架势，瞬间反应过来，狗子这是被收买了，2万块钱，这小子卖了全队荣誉。游戏一开始，狗子就频频失误，打野抢 buff 送人头，团战故意脱节，把张乐4人好不容易建立的优势全葬送了。狗子你认真点。可狗子跟没听见似的，继续迷之操作，不到15分钟，水晶就没了。小逼崽子，服不服？还敢说我没实力？5人垂头丧气走到无奈身边，无奈别有深意的看了狗子一眼，没当场拆穿，怕几人冲动闹事。无言，我们让你失望了。没关系，比赛又不是只办一次，以后在学校给我低头做人，赢一局就狂，敢不敢单挑？输了叫爹。你也配？我们是总冠军。无奈本想带人离开，不想在这儿浪费时间，可马蜂这蹬鼻子上脸的样，实在太不开眼了。现场剑拔弩张，马蜂还在耀武扬威，无奈直接发动诚实之口，对着马蜂淡淡发问：“你觉得你们赢得光彩吗？”不光彩，我用2万块钱买通了狗子。一句话让全场瞬间僵住，2队所有人都愣在原地，连被收买的狗子都懵了，完全没反应过来自己为什么会说真话。张乐4人难以置信地看向狗子，心里还抱着一丝侥幸，不愿相信队友会背叛。你输他的钱了吗？无奈看向狗子，再次发动技能，狗子拼命想否认，嘴却不听使唤的说收了。现场彻底陷入死寂。陶大喜最先反应过来，你是真狗啊，特么出卖兄弟！是我收了马蜂2万块，对不起，行了吧？狗子知道再否认也没用，干脆破罐子破摔。陶大喜忍无可忍，冲上去一拳把狗子打翻，又抬脚往他身上踹。张乐怕闹出大事，赶紧上前拉住他。无奈本以为会打成一团，没想到张乐作为队长还保有理智，也就放下心来。马蜂见事情彻底败露，想带着人悄悄溜走。陶大喜立刻大喊着要举报作弊，可无奈心里清楚，线下赛事没有明确的反作弊规则，对方只是买通选手，组委会根本没法改判。不服你们去告啊，看组委会管不管。说完便大摇大摆的离开。无奈带着张乐4人找到组委会，结果果然如他所料，组委会以赛事规则不完善为由，拒绝更改比赛结果。5人垂头丧气的走出体育场，狗子早就趁乱跑没了影。陶大喜气的大骂，扬言要把狗子的丑事传遍学校。无奈懒得掺和小孩间的矛盾，安抚几句便和4人告别。冠军丢了无所谓，无非少赚几次惊讶奖励，他今天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无奈打车直奔市场，先找了家指纹锁店，花500块订了4套包安装的智能锁，约定好上门时间后，又转身去了家政服务中心。第一家中介不正规，工作人员上来就推销婚戒，把自己60出头的老姨介绍给无奈，张口就要8万8彩礼。无奈直接用诚实之口戳穿对方的心思，转身就走。随后他走进一家规模更大的正规中介，年轻接待员笑脸相迎。无奈直奔主题要找保姆，接待员却不停追问年龄长相，还拿出美女保姆图册，场面像极了当初他在红浪漫挑人的样子。无奈翻着图册，突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，接待员立刻介绍这是金牌保姆刘梅，从业3年零差评，月薪5800。无奈当即敲定要见本人，短短5分钟，穿着朴素的刘梅就赶到了中介，本人比照片更显温婉，眉眼间竟和白雪有7分相似。刘梅见无奈一直打量自己，下意识低头检查衣着，以为是穿着不够得体。先生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我看你长得很像一个人。刘梅一头雾水，却还是顺着雇主的话应和。无奈本想问他有没有失散的女儿，可看他的反应，便知道是自己想多了，转而询问工作要求。刘梅表示只要有住处就行。无奈的房子刚好有2间卧室，完全能安排。2人当场签订灵活解约的合同。无奈留下家庭住址，让刘梅收拾好行李再过来，自己则去菜市场买菜。等买完菜回到小区门口，刘梅就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。2人在大门汇合，刘梅主动接过无奈手里的菜，一口一个无输，总算不用再听人喊自己大爷。
大爷。无奈心里舒坦不少，无奈边走边旁敲侧击问起刘梅的家庭情况，得知她丈夫8年前因癌症去世，便坦白自己也患了癌症，顺势说出自己的计划。我有3个租客小姑娘，总担心我一个老头没人照顾，你能不能假装成我老伴，让他们放心，我每月给你加200工资。刘梅稍作犹豫便点头答应，还说不用加工资，愿意配合演戏。无奈心里大喜，假老伴计划成了，就等晚上3女回来赚一波惊讶寿命。与此同时，于倩、白雪、沙丽丽正在咖啡厅开一路走好计划第2次会议，三人还以为无奈是癌症晚期回光返照，愁着怎么陪她走完最后一程。诊断书说大爷的时间就这几天了，咱们还能为他做点啥？大爷精神头这么好，会不会诊断错了？在我们医院复查过，结果没错。我知道了，大爷缺个伴，孤独一辈子了。于倩和白雪一脸鄙夷，却又觉得这话歪理不歪。沙丽丽嚷嚷着要给无奈找个经验丰富的，被于倩当场否决。三人思来想去，决定回去问问无奈想要什么。三女怀着忐忑的心情回到小区，刚走到无奈家门口要敲门，房门就开了。刘梅拎着垃圾袋走出来，双方碰面都愣了一下。请问你们是？沙丽丽抬头核对门牌号，确定是914没错。无奈听到动静，立刻走到门口，见三女都在，心里乐开了花，演戏的时机刚好。给你们介绍下，这是我新找的老伴，你们叫刘阿姨就行。你们好。丁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无奈内心狂笑，一下多了半年寿命，这波操作血赚，三女彻底懵了。刚才还在商量给无奈找伴，转头人家自己就找了个年轻的，完全没想到吴大爷还有这魅力。刘梅笑着打了个招呼，便下楼扔垃圾。三女立刻挤进屋里，围着无奈追问：老头你行啊，闷声干大事，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大爷你们怎么认识的？他知道你的情况吗？于倩身为警察，担心刘梅是骗子，冲着无奈的房子和财产来的。白雪则全程心不在焉，盯着刘梅离开的方向，心里莫名泛起熟悉的感觉。无奈见寿命赚到手，也不想再瞒下去，笑着坦白真相。其实她是我找的保姆，负责做饭收拾屋子，怕你们担心才演的戏。三女瞬间无语，沙丽丽更是直呼白激动了，一激动还差点说漏嘴临了的话，赶紧捂住嘴。于倩也放下心来，有保姆照顾无奈，他们白天上班也能安心。和沙丽丽聊了几句便回了家。白雪没有走，一直坐在椅子上发呆，状态格外不对劲。怎么了？没事大呀，我晚上在你家吃饭行吗？无奈满口答应，刚说完，刘梅就带着指纹锁安装师傅回来了。无奈这才想起约了换锁的事，让白雪带着师傅去给3个租客的房间换智能锁。白雪的目光始终有意无意落在刘梅身上，无奈看在眼里。等白雪走后，忍不住问正在做饭的刘梅：小刘，你有孩子吗？有个儿子，和这几个丫头差不多大。就一个孩子。刘梅点头确认，无奈叹气，看来只是长相相似，和白雪没有血缘关系。没多久，4菜1汤就端上了桌，刘梅的厨艺堪称一绝。白雪换完锁回来，三人一起吃饭，白雪还是不停打量刘梅，终于忍不住开口发问：刘阿姨，你有孩子吗？有个儿子。就那一个孩子？刘梅越发疑惑，反问白雪原因。白雪强装没事笑了笑，无奈赶紧岔开话题，问起之前骚扰白雪的男医生。白雪笑着说对方现在躲着自己走，再也不敢纠缠。吃完饭，白雪回了自己房间，刘梅收拾好碗筷，无奈则躺回床上休息。刚躺下，手机就响了，来电显示是张乐。哭吧，给你5分钟时间。他以为张乐是输了比赛求安慰，没想到电话那头的张乐格外兴奋。吴爷，组委会改规则了，第1名、第2名都能打省级赛，我们晋级了。本来铁定淘汰的战队，居然因为组委会改规则拿到了省级赛资格。那奖金多少？没有奖金。无奈也没计较，只叮嘱几人别再被老师抓包，免得自己再去学校丢人。张乐顺势说起队员缺口，狗子背叛后队伍少人，没人敢得罪马蜂来补位，竟直接求无奈上场。无奈当场愣住，一个60岁老头混在大学生里打电竞，光想想就成全场焦点。这事要是让三女知道，肯定能赚一波惊讶寿命，倒也不亏。不到8点，无奈就睡了。第2天一早睁眼，刘梅已经备好清淡的早饭。刘梅昨晚辗转难眠，白雪的长相让她想起早年走失的外甥女，可老家距方海上千公里，她只当是巧合。无奈让刘梅不用时刻守在家，到点做饭就行。刘梅心里暖意十足，对比以前的雇主，无奈实在太好相处。敲门声响起，刘梅开门，是沙丽丽嬉皮笑脸凑进来蹭早饭。嘿嘿，吴大爷，我来蹭早饭了。一会儿把密码给你们，别总敲门。沙丽丽拐弯抹角想拉无奈出门散心，无奈一眼看穿心思，直接发动诚实之口：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孟红梅被赶走，总跟我作对，我想让你去售楼部帮我摆平她。话一出口，沙丽丽就懵了，暗骂自己脑子不清醒。无奈心里门清，孟红能留下，无非是用了对付男人的老办法。沙丽丽见瞒不住，干脆撒娇卖萌：吴大爷，求求你陪我去一趟，不然我要被欺负死了。旁边的刘梅看得一脸怪异，无奈浑身起鸡皮疙瘩，连忙抽回胳膊妥协：停，我去还不行吗？沙丽丽瞬间喜笑颜开，吃完饭就拉着无奈赶往售楼部。
清晨的售楼部十分清闲，沙莉莉打听得知白经理和孟红在办公室，当场吐槽两人不清不楚。她想直接冲进去搅局，无奈怕坏人好事惹麻烦，打算先等一等。沙莉莉担心两人耗太久，追问时间，同事伸出2根手指。话音刚落，办公室门就开了，孟红整理着领口走出来，沙莉莉当场脱口而出调侃，引得同事憋笑。孟红又气又恼，放狠话要夺回主管位置。沙莉莉毫不示弱，当众戳破他的猫腻。孟红气得刚要发作，白经理就板着脸从办公室走了出来。不好好工作，吵什么吵？白经理转头看见沙莉莉身边的无奈，瞬间精神一振，刚才的严厉荡然无存，快步上前恭敬讨好。大爷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晚了？沙莉莉暗自得意，果然无奈一出场，白经理立马变态了。无奈直接说明来意，质问他为何没赶走孟红。白经理脸色尴尬，他本想按无奈的意思处理，可架不住孟红软磨硬泡，实在舍不得放手。他刚想解释，无奈便发动诚实之口追问：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就是想把孟红留在身边，免费活好还倒贴的女人可不好找。白经理当场说出真心话，整个售楼部瞬间哗然。孟红如遭雷击，他一直以为白经理对自己有情，没想到竟被当成倒贴的。沙莉莉一脸得意的嘲讽，孟红又羞又怒，上前揪住白经理质问。白经理正恐慌自己不受控制，以为是无奈下的蛊，烦躁的一把甩开孟红。周围的同事冷眼旁观，没人愿意帮这个曾经欺压大家的主管。孟红气急败坏，扬言要去找白经理的老婆揭发丑事。白经理最怕家里的母老虎，扬手就给了孟红一巴掌，放狠话要让他在方海待不下去。孟红哭着跑出售楼部，白经理转头就讨好无奈，想请他进办公室细说。无奈见事情解决，不愿多留，故意放重语气敲打对方。办公室就不进了，你以后好自为之。白经理当场慌了神，苦苦哀求无奈帮忙。无奈随口糊弄说好好表现，半个月股就会自动消失。白经理悔得肠子都青了。无奈跟沙莉莉打了招呼便准备离开，他急着赶往警局。于倩早就打电话来说有急事求他帮忙，还要去隔壁城市。白经理恭敬地把无奈送出门。无奈打车直奔警局，于倩和小张早已在门口等候。小张对无奈印象极深，当初3句话就让连环杀人犯认罪，早就把他当成警局的传奇。什么事儿啊？大爷，咱们路上说。车上，于倩说明原委，隔壁是首富的儿子被绑架，警方抓到1名绑匪，可对方拒不交代同伙和人质位置，无奈之下才向方海警方求援。吴大爷，这次您一定要露一手，我跟朋友吹牛说您能让嫌犯开口，可不能让我打脸啊！无奈的摇头，自己竟成了警员间的谈资，他没有把话说满，只答应尽力一试。警车开了3个小时，终于抵达隔壁市警局，当地警员刑天早已在门口等候。刑天和于倩是旧识，一见面就打趣调侃，被于倩对了回去。刑天看到无奈满脸疑惑，于倩只说这是他们的秘密武器。别废话了，抓紧带我们去见嫌犯。4人快步走进警局大楼，所有警员都神情严肃。首富之子被绑是惊天大案，一旦人质出事，警局的形象会受到巨大冲击。一行人直奔3楼审讯室，里面的警员审讯了一夜，嫌犯始终一言不发，笔录上一片空白。刑天让手下先休息，把审讯交给于倩等人，自己想留下来看热闹，却被于倩直接赶了出去。于倩和小张满眼期待地看向无奈，被靠在椅子上的嫌犯始终低头沉默，笃定警方拿他没办法。无奈坐到嫌犯面前，先以家常话铺垫，嫌犯始终一言不发。无奈见时机成熟，发动诚实之口，语重心长地开口劝说：现在是你最后的机会，供出同伙能宽大处理。你们一共几个人作案？3个。丁，接收到来自于倩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小张激动的差点摔坐在地，于倩也满脸惊喜，嫌犯自己都震惊不已，拼命闭紧嘴巴不再说话。无奈继续劝说，指出他是被胁迫，引导他说出同伙和人质的位置。嫌犯根本控制不住自己的嘴，如实交代了藏身地点：郊区废弃水泥厂，他们2个和孩子都在那里。于倩立刻冲出去通知队员救人。小张对无奈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学着无奈的语气追问嫌犯姓名，反倒被嫌犯怒对辱骂。小张一脸委屈，无奈拍着他的肩膀调侃，说他太心急，没学会拉近距离。小张不服气，再次尝试问话，又被嫌犯对了回去，气得脸色发青。于倩带人赶往水泥厂救人，无奈和小张留在警局等候。无奈10分钟撬开嫌犯嘴巴的消息传遍警局，所有警员都涌到会议室，想一睹高手风采。无奈提前叮嘱小张不要透露是自己的功劳，小张嘴上推辞，心里早就飘了，享受着众人的崇拜和女警员的夸赞，故作低调的摆起架子。无奈坐在角落乐得清闲，没人把这个老头当成真正的功臣。1小时后，抓捕队伍凯旋，2名绑匪落网，人质安然无恙。于倩回到会议室，正好看见小张在给女警员签名耍帅，于倩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，小张瞬间从意气风发变怂包。队长，你回来了，你还摆上谱了，签什么名呢？
小张挠头糊弄过去，生怕于倩发现他冒充审讯功臣的糗事。于倩转头看向无奈，转达首富沙金国的当面感谢请求。算了，客套话听着烦。小张在一旁急得抓心挠肝，恨不能替无奈去见首富捞好处。中午刘梅来电问吃饭的事，无奈告知在警局食堂吃过。于倩忙到下午2点才返程，路上随口关心无奈的身体状态。无奈状态越来越好，于倩越看越不对劲，明明是癌症晚期，反倒比健康人还精神，当即提议带无奈回医院复查。无奈也想确认身体情况，爽快答应。警车直接开到白雪所在的医院，于倩联系白雪帮忙安排检查。白雪以为无奈身体出了问题，当场红了眼，得知只是常规检查才放下心。两女陪着无奈做完全身检查，不到半小时，主治医生秦医生就拿着报告单凝重走来，两女瞬间心慌。秦医生想支开无奈再说明结果，被无奈直接拒绝。检查结果不乐观，大爷癌症已经到中期了。丁，接收到来自于倩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白雪和于倩凑到报告单前，确认癌症从晚期转中期，老年病也全部降级，当场喜出望外。太好了，吴大爷，你变成癌症中期了，恭喜大爷，病情真的好转了。秦医生站在原地彻底蒙圈，行医几十年，第一次见家属因为老人癌症中期欢呼雀跃，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在做梦。无奈淡定安抚两人，心里暗喜病情好转还能赚寿命，离超级大奖又进一步。两女认定是心态让无奈好转，商量着给无奈找事做保持好心情。于倩当即邀请无奈去警局当辅警顾问。62岁当辅警，大爷正年轻，正好发挥余热。无奈盘算着能靠系统赚寿命，爽快答应。于倩笑称工资随便要，他来兜底。三人回到小区，刚好碰到沙丽丽，她身边还跟着拎着大包小包的白经理。白经理被蛊虫的心理阴影折磨了一天，软磨硬泡让沙丽丽带他登门求无奈解蛊。沙丽丽没经无奈同意带白经理过来，本就有些不好意思。白雪立刻冲上前分享好消息：丽丽，吴大爷变成癌症中期了。丁，接收到来自沙丽丽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沙丽丽看向于倩确认后，激动地扑进无奈怀里。白经理拎着礼物愣在原地，完全搞不懂众人为何为癌症中期开心，误以为无奈在修炼特殊功法，连忙跟着恭喜。恭喜大师喜得癌症中期，祝您早日回到晚期。三女瞬间用看傻子的眼神盯着他，无奈出面解围，打发走三女，带着白经理回家。白经理进门就恳求无奈解蛊，态度虔诚至极。无奈心里清楚根本没有蛊虫，只是对方的心理作用。孟红的事处理好了，放心大师，他再也不敢找丽丽麻烦。无奈让白经理伸手，假模假样在他手心画了一通，谎称蛊虫已除。白经理感恩戴德，生怕留下吃饭再被动手脚，放下名片仓皇告辞。刘梅从白经理的态度看出，无奈绝不是普通老人，心里多了几分敬重。于倩帮无奈办辅警入职需要几天，无奈闲着无聊去考驾照，凭借上一世的记忆，科目1轻松考出98分。驾校给无奈分配了教练关荣，关荣见到60岁的无奈，眉头紧锁，觉得这是难搞的活爹学员，直言半年才能拿证。我是关荣，这是方向盘，认识吧？无奈被这降智提问整懵，直接提议上车实操。关荣抱着看热闹的心态答应，没想到无奈上车后倒车入库，侧方停车 ，S 弯一气呵成，操作比老司机还流畅。你这不用教了，直接约考。无奈结束训练离开驾校，刚出驾校，白雪就打来电话，告知医院想请无奈接受电视台采访，承诺终身免费医疗加5万资助金。无奈直言医院格局太小，让白雪转告领导重新谈条件。白雪挂断电话，立刻汇报给医院领导。无奈悠闲逛街，心里清楚自己晚期转中期的医学奇迹，医院绝对不会放过宣传机会。果然不到10分钟，医院赵副院长就亲自来电，语气谦卑到极致，主动把资助金涨到30万。要是我再转到癌症早期，钱的翻1倍。没问题，大爷您来医院详谈。无奈打车赶到医院，白雪早已在门口等候，全程陪同对接。无奈叮嘱白雪暂时别告诉于倩和沙丽丽，想留着惊喜赚寿命。两人来到院长办公室，赵院长热情迎接，早已备好独家代言合同，全程用资助金代替代言费，玩尽语言艺术。双方签字后，30万瞬间到账。赵院长随即提出让无奈穿病号服接受采访，无奈的答应，心里吐槽赚钱不容易。白雪带无奈来到特护病房，环境豪华堪比酒店。无奈打趣想常住，见白雪为难便作罢。白雪拿来崭新的病号服，告知电视台记者已到，匆匆下楼迎接，留下无奈在病房准备，坐等采访开始。无奈刚换好病号服，白雪就领着3名记者走进特护病房，领头的女记者一脸不耐烦，全程趾高气扬。女记者连正眼都没瞧无奈，粗暴打断白雪的介绍：别废话，抓紧开始，我们还有别的事。2名男记者立刻架起设备调试，女记者径直走到无奈面前，摆出上级训话的架势。我问你答，不会就点头笑，听懂没？无奈打眼一看就知道这女记者刻薄难缠，本就心生反感，对方的态度更是火上浇油。女记者见无奈没应声，转头就冲白雪发难，言语间满是嫌弃，还笃定无奈是医院找来的演员，根本不信癌症能好转。白雪当场急了，立刻站出来维护无奈。女记者却以为无奈是关系户，更加嚣张跋扈，放话不配合就终止采访。白雪被对得手足
无措。正慌乱时，无奈淡淡开口，直接下了逐客令：不采访就走，没人强求。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女记者更是傻眼。以往被采访者对她都是唯唯诺诺，从没敢这么反驳的。女记者又惊又怒，想用采访任务施压，还威胁要找赵院长告状。无奈压根不吃这一套，当场开始拖病号服，摆明了绝不配合。女记者彻底没辙，只能跑去找赵院长颠倒黑白，把所有过错推给无奈和白雪。赵院长听完瞬间明白，当场拍桌发怒，直接戳破女记者的污蔑，力证无奈的病历真实有效，还放话要告他诽谤，直接把人赶了出去。2名男记者早已受够了他的跋扈，暗自幸灾乐祸。女记者不甘心任务失败，逼着2人一起想办法，最终通过护士站拿到了白雪的手机号。此时无奈和白雪已经走到医院门口，无奈轻声安抚白雪，让她不用担心被领导怪罪。白雪却一脸坚定，始终站在无奈这边。这时白雪的手机突然响起，是男记者打来道歉求情，希望能重新采访。大爷，记者道歉了，想再采访您。让那个女记者亲自道歉，我再考虑。白雪把话转达给对方，男记者无奈，只能把手机递给脸色铁青的女记者。女记者接过手机，非但没有道歉的意思，反而对着电话颐指气使，张口就威胁无奈：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不接受采访，我就曝光你病历造假，让你晚节不保。无奈被这波无脑威胁逗笑，压根没惯着他，直接挂断电话。白雪没听清对话，见无奈脸色变冷，连忙追问缘由。无奈把女记者的威胁如实告知，白雪当场气得浑身发抖，比自己受委屈还要激动。无奈反倒淡定安抚，说舆论闹大反而更能证明病情真实，宣传效果会更好。白雪这才稍稍平复。女记者在医院里暴跳如雷，2名男记者暗自偷笑，觉得她纯属自讨苦吃。女记者却还不知悔改，打算回去颠倒黑白蒙骗领导。无奈没有直接回家，而是打车去了银行，把刚到账的30万资助金全部取成现金。他心里清楚，嘴上说的30万远不如是打实的现金有冲击力，正好用来刺激于倩和沙丽丽，再赚一波惊讶寿命。无奈拎着装满现金的手提袋回到家，刘梅上前帮忙接东西，听无奈说是零花钱，还没当回事，低头扫到手提袋里的100元大钞，瞬间吓得赶紧把袋子还给无奈，生怕出什么差错。无奈没在意，等到快下班时，直接把30万现金整整齐齐码在客厅最显眼的桌子上，坐等2女上门。刘梅看着一桌子现金，彻底服了，暗自吐槽吴叔这是明晃晃炫富，有钱人的世界他实在不懂。没多久，于倩就敲响了房门，进门看到桌上堆成小山的现金，当场愣在原地。大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没什么，接了个小活，赚点零花钱。丁，接收到来自于倩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于倩第一反应是担心无奈做违法的事，听完无奈解释医院代言的前因后果，才彻底放下心，对无奈佩服的五体投地。于倩此行还有正事，告知无奈辅警的手续已经办好，月薪1500，时间自由。大爷，工资不高，但能出门散心，挺好的。无奈本就想借着辅警身份赚寿命，当场爽快答应，约定下周1上岗。于倩礼貌告辞后，刘梅满脑子疑惑，暗自给无奈贴上有钱闲的找刺激的标签，还默默担心60岁大爷当辅警，别被坏人欺负了。于倩刚走，密码锁就响起提示音，无奈凭着透视眼一眼看穿门外是沙丽丽，提前让刘梅回避，准备单独炫富。房门应声打开，沙丽丽蹦蹦跳跳的走进屋，话没说完，目光就被桌上的现金牢牢吸住，眼睛都看直了。丁，接收到来自沙丽丽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无奈还没开口解释，沙丽丽就已经惊得凑到桌前，盯着现金挪不开步。老头，这钱哪来的？不会是要分给我吧？大白天的做什么梦？沙丽丽虽然缺钱，但从没打无奈钱的主意，随口喊着要蹭饭，就先回家洗澡了。走前还不忘回头看一眼现金，直呼太残忍。无奈见目的达成，慢悠悠把现金收了起来。晚上3女全都在无奈家吃饭，气氛热闹得像一家人。白雪全程心神不宁，不停刷新手机，担心女记者真的在网上抹黑无奈。突然3条热帖弹出，标题极尽抹黑之能事，直指无奈配合医院诈骗，侮辱记者。你们快看，他们真的造谣了！沙丽丽当场炸毛，撸起袖子就要上网兑现骂街。于倩则冷静提议直接起诉对方，还能叫家里的律师帮忙。无奈却丝毫不慌，打算等舆论发酵到顶峰再出手狠狠打脸。3女见他态度坚决，只好作罢，约定饭后开第3次一路走好计划会议商量对策。事态发酵的比无奈预料的还要快。第2天一早，几名记者就顺着地址找上门，举着摄像机堵在了门口。刘梅从没见过这阵仗，慌慌张张进屋通报。无奈正打游戏打得兴起，淡定放下手机，让记者们进屋。5、6名记者一窝蜂挤进客厅，七嘴八舌地抛出问题，全是网上的抹黑言论。无奈不慌不忙让众人坐下，反手一连串反问，直接把记者们问懵了。帖子是谁发的？有受害者吗？证据在哪？记者们面面相觑，这才反应过来，网上只有空口造谣，根本没有任何实锤，所有消息都是台那名女记者透出来的，他们纯属被人当枪使了。先找给你们消息的人要证据，再来找我也不迟。几名记者满脸问号，彻底搞不清状况，看着眼前淡定从容的老头，心里开始打鼓，暗自觉得这件事绝对有蹊跷，纷纷打算回去找女记者对质。
记者们被无奈几句话打发走，一个个糊里糊涂离开。无奈坐在沙发上动都没动，心里反倒巴不得那个女记者赶紧找几个所谓的受害者来闹，戏才好看。他离超级大奖就差2次惊讶，正琢磨着从哪个租客身上下手，照镜子一看，自己越来越年轻，再拿2次奖励就能年轻6岁，直接变回56岁。刘梅喊他吃早饭，无奈打定主意，谁先来就薅谁的寿命。刚坐下，敲门声就响了。刘梅笑着开门，她早就看出来3个小姑娘天天往这儿跑，是真把无奈当亲人惦记。进来的正是沙丽丽，大大咧咧往无奈旁边一坐。大爷，吃饭呢？不然我在这儿上厕所啊。无奈一眼就看出来他有事，直接开口追问。沙丽丽磨蹭半天，终于绕到正题，打听他那30万怎么花。无奈随口说存银行，沙丽丽立刻开始推销房子，原来是冲业绩来了。无奈直接甩出一句自己已经有4套房，沙丽丽当场被馅饼噎住，心里泪奔，自己连个小窝都没有，大爷已经手握4套房。他抱着无奈胳膊撒娇卖萌，求无奈帮他完成任务，还撺掇无奈贷款买房。无奈被他这脑回路抖乐，30年贷款，合着是真盼自己长命100岁。沙丽丽还把于倩给找的1500辅警工作算进去，连房租都安排上。无奈直接兑回去，房租刚够给刘梅开工资。沙丽丽没辙，蔫头耷脑吃饭。无奈看他放弃，反而主动开口：“我买1套吧。”丁，接收到来自沙丽丽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沙丽丽不敢相信无奈真的同意，无奈嘴上装无奈，心里乐开了花，轻松拿下1次奖励。他直接算好账，现房出租抵贷款，每月还能净赚1500。沙丽丽这才发现大爷经济头脑超强。为了完成任务，沙丽丽连佣金都不要了，拽着无奈立刻去售楼部。2人打车赶到地方，白经理远远看见无奈，吓得脸都僵了，以为又要被找麻烦，整个人慌得不行。沙丽丽直接宣布无奈是来买房的，白经理比谁都震惊，当场下令给最大优惠，1上午手续全部搞定，30万首付，30年贷款，130平现房，每月租金稳赚。无奈只差最后1次奖励，心里已经开始期待超级大奖。中午沙丽丽要请客，无奈直接点名对面西餐厅，沙丽丽当场心疼到后悔，恨不得抽自己嘴巴。正好白经理凑过来，他眼睛一亮，现成的冤种送上门。沙丽丽立刻拉上白经理，说要带无奈吃西餐。白经理巴不得讨好无奈，当场抢着买单。沙丽丽还装不好意思，偷偷给无奈使眼色，让无奈开口定夺，自己落个好人。无奈顺水推舟，同意让白经理请客。沙丽丽笑得一脸得逞。3人进了西餐厅，一顿饭随便点就2000多。服务员问牛排几分熟，沙丽丽张口就要18分熟，非要给大爷煮到最烂。服务员当场无语，解释牛排越熟越柴。沙丽丽立马改要1成熟，无奈实在看不下去，吐槽他这是让自己吃生牛肉。最后3人统一要了8成熟。白经理趁机请教楼盘风水，又想让无奈帮忙看财运。无奈根本不懂风水，可一看沙丽丽好奇的样子，立马想到搞惊讶的办法，装出一副高深大师的模样。他借着看面相，偷偷开透视眼。一眼看见白经理穿着红裤衩红袜子，直接断定对方是本命年。白经理当场震惊到服气，他对外谎称44，实际36本命年，压根没人知道。沙丽丽本来还在笑无奈忽悠人，一看白经理反应，整个人傻了。丁，接收到来自沙丽丽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丁，奖励累积满2年，开启超级大奖，探查之鼻，靠近对方可获知对方是否有过犯罪行为。无奈乐了，系统这是要把他5官全升级，下一个怕不是要开顺风耳。他继续装大师，让白经理别穿红内衣红袜子。白经理当场屁股一紧，对无奈深信不疑，冲进卫生间就把东西脱了。沙丽丽凑过来追问怎么算出来的，无奈只丢给他一句天机不可泄露。服务生端菜上，正好看见2人亲密动作，一脸诧异，以为大爷吃软饭。就在这时，无奈的探查之笔触发，系统直接爆出服务生为2盗窃红酒的信息。无奈随口喊出对方名字，为2当场加盟，完全不知道这老头怎么认识自己。无奈懒得管这点小偷小摸，一笑而过。沙丽丽却彻底把无奈当世外高人，追着问癌症是不是他自己治好的。无奈不搭理他，他反倒更加崇拜，缠着无奈算命。无奈透视一扫，直接点破他穿紫色内衣。丁，接收到来自沙丽丽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沙丽丽当场扒开衣服确认，激动到拽出肩带证明，一点都不矜持。她继续求算姻缘，想知道自己能不能嫁富二代。无奈直接戳破，说他把钱看得太重，富二代没戏，只能靠自己。沙丽丽瞬间苦瓜脸，阶级跨越的梦想直接破碎。白经理回来后一身轻松，无奈又警告他今年别沾桃花。白经理立马放弃和情人约会的念头。吃完饭，白经理强行给沙丽丽放假，让她送无奈回家。车上沙丽丽情绪低落，无奈随口一句越努力越幸运，直接把她满血复活，当场决定回去加班。无奈暗自叹气，又当神棍又当心理医生，这一天忙到头大。出租车刚到小区门口，就看见一群人围在一起。昨天的记者赫然在列，无奈一下车，记者立刻蜂拥而上，话筒相机全对上来。沙丽丽一看情况不对，立马冲下车，挡在无奈身前。记者们七嘴八舌，拿出所谓受害者的说辞，指责无奈骗人，误导癌症患者购买天价药。周围居民围观看热闹，对着无奈指指点点。一个老太太冲上来骂无奈是骗子，沙丽丽一点不怂，当场回怼。记者摆出公正嘴脸，让沙丽丽克制，要用事实说话。沙丽丽直接爆粗，一眼看穿是台那名女记者在背后搞鬼，故意
找人抹黑。无奈拉住激动的沙莉莉，神色淡定，他倒要看看这群人到底想玩什么花样。几名假患者立刻激动大喊，开口就要赔偿，还要无奈公开道歉，承认自己和医院都是骗子。无奈扫了一眼眼前几个精神的很的癌症患者，心里早就有数，这群人越是咋呼，破绽就越大。记者们个个兴奋不已，只把这当成爆点新闻，完全没留意到几个证人眼神闪躲，底气不足。沙莉莉气的当场就要跟记者对线，唾沫星子都喷出去了，被无奈轻轻按住。他等的就是这出戏，人越多场面越大，反转才越爽。你们想把事闹大，那咱们就彻底闹大，现场直播对峙，敢不敢？记者们当场都坏了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流量。可那几个冒充患者的人瞬间慌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没人敢接话。记者在旁边一顿忽悠，说直播是为民除害，伸张正义。几人才半推半就点头，无奈怕他们中途反悔，直接定在现在就开播。记者们立刻架设备，小区门口围得里3层外3层，看热闹的人越传越邪乎，都说老吴头这回要栽了。无奈站在中间，淡定的像没事人一样。直播一开，热度瞬间冲上天，在线人数直奔10万加。记者对着镜头一本正经抹黑无奈，把他说成编造抗癌神话、骗钱害人的骗子，再把话筒塞给几个假证人。老太太紧张的声音发飘，张口就污蔑无奈骗他3万块买药。另一个老头更狠，直接编出老伴因信无奈而死的谎话。直播间瞬间一边倒，全在骂无奈。沙莉莉在手机上打字辩解，消息一出来就被淹没。无奈看时机成熟，往前一步，目光严肃盯住老太太，对着镜头，你敢再说一遍，你说的全是真的吗？老太太嘴硬到底，可无奈直接启动诚实之口，再问一遍，我说的全是假的，你根本没骗我。全场瞬间安静，记者们脸都白了。无奈不给他反悔机会，继续追问，谁让你过来污蔑我的？一个女的给我200块，完事再给300。无奈掏出手机，亮出女记者的照片递到镜头前，是不是她？对，就是他。旁边说老伴死了的老头也被无奈用诚实之口问崩了。我老伴20年前就死了，我是收了钱来演戏的。直播间直接炸锅，剧情180度反转，两个假证人还当场吵起来，一个嫌自己钱少，一个怕担责任。远处看着直播的女记者眼前一黑，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布的局会被无奈一句话拆穿。小区门口所有人都盯着无奈的手机，想知道幕后黑手到底是谁。无奈举起手机，女记者的脸清清楚楚出现在镜头里，在场记者全傻眼了，给他们爆料的正是这个同行，他们这才明白自己从头到尾都被当枪使了。几人吓得魂都飞了，赶紧去关直播，可10几万观众已经把全过程看在眼里。第2医院的赵院长看着直播笑得合不拢嘴，这波免费宣传直接让医院名声大噪。而电视台里的女记者彻底完蛋，台长的召见电话和家人的疑问接连打来，她的职业生涯当场宣告结束。无奈和沙莉莉慢悠悠往家走，沙莉莉一路夸无奈太神，反转打得漂亮。刚到家，张乐的电话就打了进来，兴奋地喊无奈牛逼，说直播全程都看了，两人约好明天来家里训练，备战后天的省级比赛。第2天一早，无奈让刘梅多做几个人的饭，他知道那几个小伙子饭量吓人。9点刚过，张乐4人提着东西上门，说要给无奈送礼，结果掏出来一袋胡萝卜，理由还一套一套的，又便宜又顶用。无奈被气得哭笑不得，几人立刻开游戏训练，明天就是和死对头马蜂的复仇战，谁都不敢松懈。玩到11点多，门锁响了，刘梅买菜回来，无奈刚介绍完这是刘姨，陶大喜疼的站起来，大喜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另外3个小伙子吓得赶紧藏手机，只有无奈还淡定拿着游戏画面。陶大喜急得边借口说不可，无奈直接拆台，说就是来打游戏。没想到刘梅没发火，反而让他们放心玩，几人羡慕坏了。陶大喜当场飘了，刚嘚瑟没一会儿，门锁又响，张乐吓得以为又是谁家长来了，结果进来的是白雪。张乐眼睛一亮，直夸漂亮姐姐。陶大喜突然冲进厨房，对着刘梅喊白雪长得像她走失的姐姐。刘梅心里一动，越想越觉得可能，白雪说不定就是姐姐当年丢失的孩子。她让陶大喜先去偷偷问问无奈白雪的身世。陶大喜鬼鬼祟祟凑到无奈身边，拐弯抹角打听白雪有没有家人。无奈直接告诉他，白雪是在孤儿院长大的。陶大喜激动的差点喊出来，认定白雪就是自己表姐。白雪正好要去厨房帮忙，陶大喜跟着冲进去，张口就喊表姐。刘梅兰都拦不住，只能紧张的问白雪是不是孤儿，屁股上有没有胎记。白雪点点头，这些事她很少对外人说。陶大喜一激动，居然让白雪脱裤子验证，当场被刘梅一巴掌呼出去。无奈开着透视，把厨房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。两人越聊信息越对得上，白雪确实是刘梅姐姐失散多年的女儿，最后抱在一起痛哭。而无奈最怕白雪搬走，少了一个赚寿命的渠道。两人出来感谢他时，无奈一本正经开口，房租不退。刚酝酿好的温情气氛瞬间被他一句话干碎。白雪连忙表示不会走，这里早就像家一样。陶大喜瞬间飘上天，扬言以后谁想见白雪，想来吴大爷家都得经过他同意。几人坐下吃饭，白雪才知道无奈居然还是游戏高手，要带大学生打省级比赛。丁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
4个小子吃完饭，又在无奈家练了一下午游戏，直到天色擦黑，才磨磨蹭蹭讨论着要不要走。他们嘴上说着不好意思蹭饭，心里其实巴不得留下。回学校要么吃泡面，要么食堂早关门了，哪有吴大爷家的饭香？无奈坐在旁边听得明明白白，翻了个白眼，直接拆穿他们，说不用走，晚上请他们下馆子。4个小子当场欢呼雀跃。刚巧白雪和刘梅从房间出来，白雪说想请客，无奈直接掏出海鲜酒楼的充值卡，拍着胸脯说今天把卡糟光，谁也不用掏钱。一行人到了海鲜酒楼，几人随便点了一桌硬菜，无奈憋了一下午，起身去卫生间，刚走到门口，一个女人擦身而过，探查之笔瞬间触发，系统直接爆出对方的罪行：杀害丈夫，藏尸冰柜3个多月。无奈心里吐槽，合着520没买礼物，直接把老公嘎了。他不动声色悄悄跟上去，发现女人正和一个男人有说有笑吃饭，那心理素质简直离谱，家里冰柜还冻着人，这边就敢跟情人约会。无奈灵机一动，直接走过去坐到2人中间，张口就叫出女人的名字张艳红。张艳红和男人都懵了，这娘们想破脑袋也想不起这个老头是谁。我是你老公朋友，他最近咋没见着？被我杀了，藏我家冰箱里呢。对面男人刚吃的饭差点从鼻子呛出来，瞪着眼睛不敢相信，无奈接着追问。张艳红一五一十说出杀人原因，老公发现她出轨，要离婚还打她，她就趁老公睡着下了手。男人吓得起身就想跑，你怎么能走呢？最起码得当个证人呐。张艳红也反应过来，她都不敢相信那些话是她自己说出来的，起身就要跑。无奈却突然抓住了他，直接拨通了于倩的电话。于倩刚下班，听到无奈说碰到杀人犯，还当场承认藏尸，瞬间惊呆了。丁，接收到来自于倩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无奈把手机凑到张艳红嘴边，再问一遍。张艳红依旧不受控制承认杀人。这边的动静很快吸引了整个餐厅的人，白雪他们也发现了异常，急忙赶过来。无奈让众人帮忙按住张艳红，说他是杀人犯。于倩马上就到。丁，接收到来自白雪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饭店经理过来了解情况后，立马让保安维持秩序，没敢阻拦，毕竟是抓杀人犯，谁也不想惹麻烦。没一会儿，警车呼啸而来，于倩带着队员赶到，当场架起张艳红和那个男人。为了确认案情，无奈再次用诚实之口询问。张艳红又一次承认杀人藏尸，还说了藏尸地点。男人急得喊冤，无奈却淡淡甩了句我说了不算，气得男人直翻白眼。于倩临走前说队里会给无奈表彰，还说等他入职涨工资。无奈一听眼睛亮了，追问涨多少，于倩伸出5根手指，无奈还以为是500，结果是50，瞬间笑不出来，骂着再小也是肉，只能认了。第二天一早，方海体育场，张乐豪情万丈地喊着要夺回属于他们的荣誉，结果旁边传来一声嘲讽。马峰带着队员从豪车上下来，鄙夷地看着张乐，嘲笑他们一群穷酸大白天的做美梦。陶大喜当场急了，就要跟马峰对线，被张乐拦住，说要在比赛上打败他。马峰更猖狂了，指着他们4个人嘲讽，说他们连队员都凑不齐，还想赢比赛。陶大喜刚想说无奈要参赛，却被无奈按住，毕竟打嘴炮没用，比赛上赢了才是真本事。几人走进比赛会场，省级比赛的观众比市级多了3倍，清一色都是年轻人。无奈往人群里一站格外显眼，不少人都在议论，以为他是来送孩子的。主持人上台介绍规则，16支队伍2-2对决，直到决出总冠军。张乐作为队长上台抽签，陶大喜在旁边祈祷，希望第1局就碰到马峰。没想到还真如愿了，2人都抽到了 C 组，第3局就对决。马峰看到抽签结果，冲张乐比了个小拇指，张乐不甘示弱回敬中指，2队的火药味直接拉满。张乐回来后，4个小子都很兴奋，纷纷看向无奈，把胜负的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。前2组比赛陆续结束，很快轮到他们上场。当无奈跟着4个小子一起走上台，现场瞬间安静，接着爆发出议论声，所有人都不敢相信这个老头竟然是参赛选手。马峰更是笑得前仰后合，嘲讽他们找不到队员，只能找个老头来丢人。主持人圆场说游戏全民皆宜，接着宣布比赛开始。几人事先约定好，让无奈玩打野位，打野是队伍的核心，他们都见过无奈打野有多厉害。马峰看到对面让老头玩打野，笑得更欢了，觉得他们根本不用比就能赢。可比赛一开始，无奈的操作直接惊艳全场，行云流水，没有一丝拖沓。原本嘲笑的观众瞬间安静下来，懂游戏的都看出来，这老头的操作绝对是顶级水平。张乐4人也是打得顺风顺水，有无奈带飞，全程压着马峰对打。其他参赛队伍也都盯着大屏幕，暗自庆幸没太早碰到他们。单凭那个老头的实力，他们大概率不是对手。短短15分钟，比赛就结束了。BMW 战队轻松获胜，马峰全队呆坐在椅子上，不敢相信自己输得这么惨，起身就骂队友，却没人敢反驳。张乐冲他竖起中指，陶大喜更是大声喊着公平比赛，你们没实力。嚣张又解气。BMW 战队赢下比赛，全场掌声雷动，观众全是冲无奈的操作来的。马峰队伍输得灰头土脸，没敢再放狠话，灰溜溜离开了赛场。8进4的比赛要等到下午。
午，无奈大手一挥，带4个小子去附近吃饭。几人刚进饭店，就碰到了上午表现亮眼的鼠标战队，队长是个黄毛，痞里痞气的，桌上还摆着白酒啤酒，一看就是根本没把下午的比赛放在心上。黄毛主动搭话，夸无奈打得厉害，还挑衅说冠军肯定在2队之间，不如现在就打一场，输的直接弃权回家。张乐几人心里犯怵，觉得对方不像好人，全都看向无奈拿主意。无奈用诚实之口确认黄毛是真心相比，不是耍诈，当场答应下来。接着2拨人当场开始对决，黄毛盯着无奈，直言要和他打野对位，他早就手痒想较量一番。比赛开打，黄毛的技术确实比马蜂强一大截。无奈抓住机会拿下5杀，直接终结比赛。黄毛输得心服口服，当场放下手机认输，还招呼队友放开喝，反正下午不用比赛了。回到赛场，也为鼠标战队弃权，抽签环节直接轮空一组。BMW 战队一路过关斩将，无奈国服第一大爷的外号直接火遍赛场，别的队伍一看到他就没了斗志。网上农药圈也炸了，全是无奈比赛的照片。方海网友疯狂玩梗，说国服大爷专治各种不服。决赛马上开始，无奈突然收到系统提示，丁接收到来自沙莉莉的惊讶，增加60天寿命。原来沙莉莉刷到网上的消息，看到打省级比赛的居然是吴大爷，当场惊掉了下巴。无奈正纳闷沙莉莉为啥惊讶，手机就响了，果然是沙莉莉打来的，激动的喊他游戏大神。决赛马上开始，无奈没时间闲聊，匆匆挂了电话。赛场上，对手战队一看到无奈就心态崩了，玩打野的选手更是压力拉满。主持人一声令下，决赛正式开始，全场瞬间安静，所有人都在给国服大爷加油。无奈操作依旧稳健，全场乱杀，观众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，对手心态彻底崩盘。短短20多分钟，水晶就被推平，最终 BMW 战队轻松的拿下了省级冠军。李小姐端上5万块现金奖金，4个小子眼睛都看直了，长这么大从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张乐把奖金全塞给无奈，让他来分。无奈按之前的约定对半分，自己留2万5，剩下的给4个小子。张乐还假惺惺不好意思，被无奈戳穿藏不住的笑意，当场把钱分成4份，每人6000，剩下1000说要请无奈吃饭。几人吃完饭回到家，已经晚上8点多。沙莉莉、于倩、白雪全守在门口。沙莉莉一把抱住无奈的胳膊，不停地说大爷牛逼。于倩也笑着道喜，说沙莉莉早就把消息告诉他了。无奈一拍大腿，直呼亏了，本来还想赚于倩一波惊讶寿命，结果被沙莉莉提前剧透，白白少了一次奖励。沙莉莉还一脸懵，不知道大爷为啥放着5万奖金还喊亏。沙莉莉黏着无奈，想进他家蹭玩，让无奈带他打游戏。无奈困得不行，直接把人打发走。沙莉莉气得直跺脚，吐槽老头不解风情。